杨清河醒来的时候，感觉浑身上下都难受，尤其是额头。睁眼一看，发现这不是他熟悉的房间，也不是医院高级病房的样子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昏迷的时候，杨清河做了一个梦，梦里的他在跟什么人争吵，最后被人推下了土坡。醒来后发现脑子里多了一串不属于他的记忆，他穿书了，穿到自己闲暇之余看到的一本狗血的大将军与俏媳妇的小说里，成为了里面的大反派的后妈。书里的杨清河简直是作精转世，他一心想嫁给村长家的小儿子，不惜大半夜去撬村长家门，想来一把生米煮成熟饭，没想到被村长家的狗发现了。狗叫声跟尖叫声吵醒了半个村的人，至此以后，杨清河的名声彻底毁了，成了十里八乡不要脸的代表，没人愿娶。他娘隔三差五的来村长家门口闹，要村长对他女儿负责。村长家为了避嫌，赶紧给小儿子定下一门婚事，不日成婚。杨清河就这么耽搁了下来，直到20岁那年，杨清河的娘杨李氏嫌弃他在家吃白食，以5两银子的价格卖给了一个婆娘，成了简昭的后妻，兼3个大反派的后妈。完了，这是真穿越了。老大老二呢？大哥二哥在外婆家里。在杨家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杨清河思考了一下，想起来了，今天早上原主叫那哥俩出去找吃的，可现在大冬天的哪里有什么吃的？小孩在外面冻得发抖，也不敢回来，说是空手回来是会被毒打一顿的。于是没办法，哥俩只能去偷别人家的鸡，好死不死的被人抓到了。被偷的那家人就把原主给叫了过去，要么说原主是个作精，他去了那里，二话不说跟人吵了起来，吵着吵着不知谁先动的手，把原主给推下山坡，磕到了头。于是原主没了，杨清河给过来了。按照小说里写的，在原主晕倒后，原主的娘就把哥俩给带回去了，为了哄小孙子高兴，把老大的腿给打断了，后来又没有及时救治，导致老大以后走路都是一瘸一拐的。想到这里，杨清河嗖一下坐了起来。娘不要打我，我乖乖的，我不哭了，别打我。原主真是个垃圾，3岁的娃娃都不放过。别哭了，我不打你，我现在要出去把老大老二带回来，你乖乖的在家等着。希望还赶得及，要是老大的腿真被打断了，见着回来不扒了他的皮。哥哥，我好冷，膝盖也好疼。求你们了，让我弟弟起来吧，我可以继续跪。还真是哥俩好呢，可惜都是废物，偷只鸡都能被人抓到，太没用了。求你了，让我弟弟起来吧，他之前病狠了，留下了病根，不能再继续跪了。天太冷了，简佳宇自己都是在咬牙硬撑，他告诫自己千万不能晕倒，晕倒了弟弟该怎么办？他要是晕倒了，这些人肯定会拿弟弟出气，为了弟弟无论如何都要坚持住。可是他不过也就是个7岁的孩子，又能坚持多久呢？奶奶，他们没拿吃的回来，罚他们，打断他们的腿。不要！话还没有说完，就看到一个老太婆拎着棍子从堂屋里走出来。简佳宇从没有哪一刻像现在这样绝望，他想反抗，他想站起来带着弟弟跑，可是腿已经跪麻了，没有知觉了。哥哥，我不要被打断腿，我不要！看着放声大哭的弟弟，
简佳宇的眼睛也红了，他死死咬住下唇，不让眼泪掉下来。为什么他们要遭受这一切？以前爹还在的时候，这些人虽然也不喜欢他们几个，可也不敢这样对他们动手。爹，你到底在哪里？救救我跟弟弟！突然的一声巨响，把屋里所有人都吓了一跳。杨清河弯下腰，不停地喘气儿，环视一圈屋里的情况，看来是赶上了，没白费他大冬天的跑出了一身汗。杨清河，你这个死赔钱货，脑子被驴踢了，居然敢踹门！老娘打死你个小贱人！话毕，举着棍子朝他冲过来。杨清河朝他翻了个白眼，侧身躲过后，直接走到俩孩子身边，一只手一个把他们拽了起来。杨清河弯腰把简佳楠抱了起来，吓得简佳楠马上想挣脱下地自己走。娘，我可以。闭嘴，再啰嗦我给你扔在这儿。你乖乖的别动，我抱不了俩，你能自己走吗？简佳宇下意识地点了点头，点完头才发现不对，这是什么情况？这个往日里最讨厌他们的后娘，居然会来找他们，还主动抱起了走不了的弟弟。这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？哎呦，小姑子今儿都敢跟娘作对了。说话的是原主的大嫂赵小花。这个赵小花啊，是个搅家精，原主之前被打骂，甚至最后被5两银子赶出门，除了蠢之外，99%都跟这个赵小花脱不了干系。你这狗娘养的东西，你想把他们带去哪里？给我放下！好家伙，杨清河乐了，这老钱婆是把自己也骂进去了。他懒得搭理这婆媳俩，对简佳宇说：走吧，回家。赵小花满脸止不住的讶异，这个小姑子今天真是吃错药了。刚想继续拱火，就看到杨清河把简佳楠放下，转身走进了厨房。清河在厨房里翻出了一个篮子，打开米缸，垫了一块麻布，装满了大米，并把杨氏攒的15个鸡蛋也给顺上。原主这个蠢货为了讨杨李氏的欢心，不仅把孩子扔给杨家使唤，自己也是有什么吃的都紧着杨家人，导致他跟3个小孩常常是饿着肚子。现在的杨清河才不是那种软弱无能、只会欺负孩子的废物，家里一点吃的都没有了，不拿些吃的，今晚吃什么？原主能忍饿，他可不能。走吧，老大。死赔钱货，反了你了！把东西给我放下！一觉醒来喜当妈不说，还是个人品有问题的妈。对了，有功夫对我动手，不如抓紧时间找人修门，晚了可要守门过夜了。回去的路上，简佳宇一直在盯着杨清河，生怕他一个不乐意就把弟弟摔地上去。在他怀里的简佳楠也是惴惴不安，又怕突然被摔下地，又不敢搂着他的脖子。杨清河在心里叹了口气，把小孩往上提了提，问道：腿疼吗？不疼的。以后他们要是再叫你过去，你别去，知道吗？哥哥还有妹妹也一样，都别理他们。有什么事让他们来找我说。俩孩子没接他的话，压根儿就不信他说的。也是，原主造的孽，哪是3两句话就能洗白的。到家后把人扔到炕上，杨清河就去了厨房，他要烧水，要给3个孩子洗澡。二哥，娘怎么抱着你回来呀？娘醒来后发生了什么事吗？没有啊，娘醒来后就问哥哥在哪，然后就跑出去啦。简佳宇跟简佳楠对视了一眼，都从对方眼中看出了迷茫。不管他想干什么，我们只要等到爹回来就离开这里。即使简昭莫名其妙失踪了1个月，所有人都认为他死了，3个孩子却坚信着他们爹没事儿，一定会回来接他们的。简佳楠，过来，快过来，站门口干什么呢？
杨清河牵着他三下五除二地把他的衣服脱了。快点，别着凉了。简家男直接懵了，娘这是要帮他洗澡。半个时辰后，在换了4次水的情况下，终于搞定了一个。我可以自己洗。快拉倒吧，就你这头发，自己洗得多久啊？简家宇无法形容此时内心的感受，既是害羞，也有隐约的期待。他从来没有感受过来自母亲的关爱，他自从生下来就是奶嬷嬷带，那个娘从来没有踏进过一次他的院子。原本以为是自己不够好，所以才不招喜欢，结果发现弟弟也是一样，妹妹也是一样。回神，想什么这么入迷呢？等会儿把妹妹抱过来，再找把剪刀给我。你要剪刀干什么？能干什么？给你们把头发修剪一下。赶紧的，穿好衣服就把妹妹抱过来。如此这般，等3个孩子都搞定了，天已经黑透了。杨清河把孩子们安顿好后，又马不停蹄地去厨房做饭。他把今天从杨家拿回来的鸡蛋全打了，打算做个鸡蛋羹配上白米饭。来，吃饭了啊！娘，真的可以吃吗？娘，你不会要毒死我们吧？不至于。吃吧。不管娘有什么目的，吃饱了再说。4个人吃了个饱，空旷的胃终于迎来了食物的安慰。杨清河第一次觉得鸡蛋是这么的美味，把碗拿去厨房后，又端来了2碗姜汤，逼着俩大的喝了下去。因为没有红糖，被呛得眼泪汪汪。以往你们是跟爹睡，但他现在不在家，没人砍柴，柴火有限，烧不了2个炕，你们暂时都跟我睡。开门，杨清河！你这个不要脸的贱人，给我滚出来！你个不要脸的贱货！别以为躲在家里不出声就没事了。老大老二，给我踹门！没事，有我在。说完，他随便套了件外衣就走了出去。杨老大正抬腿准备用力一踢，门突然打开了，他瞬间失去了平衡，朝前摔倒。杨清河通过原主的记忆知道这是原主的大哥。杨家一共4个孩子，前3个都是男孩，按理说原主这唯一的女儿应该是万千宠爱于一身的，偏偏这老杨家都是极端重男轻女的货色。你个贱人，想摔死你大哥呀！娘，这青天白日的，你可别诅咒大哥呀，没准哪天大哥就真的摔死了呢。这一句话让杨老太婆气得脸都绿了。杨清河说完就没再看他，转而看向了门外站着的一群人：杨老太婆、杨大嫂、杨二哥、杨二嫂、杨三哥、杨三嫂，还有一堆小屁孩，男男女女10来号人，都是姓杨的，这可真壮观。你个贱人，怎么说话的？怎么，你们大清早的就来踹我家的门，还指望我说什么好话？杨老大愣了，似是没想到杨清河敢顶嘴。杨老三开口了：还不是你太不要脸，把昨天拿走的大米和鸡蛋都还回来，那都是你侄子和侄女们的口粮，你拿了，他们可就没东西吃了。我没听错吧？就那几个，一个个的比我家孩子壮多了，就是放眼全村都没几个比他们胖的，这就没东西吃。我告诉你，杨清河，你今儿不把粮食还回来，我们就村长那儿见。杨清河低头笑了，拿村长威胁他，从来只有他威胁别人的份儿，杨老太婆算什么东西啊？行，那就村长家见。说完，砰，把门就关上了。走，去村长家，我今天必须让这小贱人把拿走的东西双份吐出来。杨清河进屋后就赶着几个孩子去洗漱，说要带他们一起去县里。3个孩子都没动，2个大的面露惊恐地看着他。不是说要去村长家吗？我只说了村长家见，可没说是今天见啊。好有道理啊，一时无法反驳。那你为什么带我们去县里？是不是要把我们卖掉？话还没说完，但杨清河听懂了，
干嘛呀这是？你们瞎想什么呢？只是单纯的想带你们去县里走走，去不去？笑完又觉得心酸，肯定是没少听说要把他们卖掉，才会听到出门就害怕。于是杨清河又是哄又是发誓，才让孩子们相信他真的没有卖了他们的打算。不，娘，他不饿，我们也不饿。不要这么紧张，饿了就说，没关系。刚好我也饿了，一起去吃云吞吧。说完走到摊点前，点了3碗云吞。妹妹还小，吃不了1碗，我们3个分别匀一点给她。哥儿俩盯着云吞发呆，谁都没动筷子。娘，你怎么突然对我们这么好？哎，别这样，我不是你原来那个娘了。昨天洗澡的时候我也跟你们说了，我不会再像之前那样带你们了。以后你们想吃什么，想要什么，想干什么，在我的能力范围内，我都会满足你们。前提是你们要自己说出来，好吗？不必强迫自己马上改变，且看以后吧。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他要靠什么赚钱养活自己和孩子。同样作为穿越者，他没有空间灵泉之类的金手指，也没有顶尖的厨艺，靠美食发家致富，上山打猎挖药治病，他更是一窍不通，这就很苦恼了。清河不易，清河叹气。有什么挣钱的方法？那你身上的钱是哪来的？这不是暂时先借着你爹的用吗？我以后挣钱了再给他加倍还回去。懂了，偷拿的。这位小娘子，你想买些什么呀？啊，不，我不是来买东西的。请问铺子的掌柜在吗？我是来应聘的。应聘？就是我想问问你们这儿还缺绣娘吗？这主要是看小娘子你的手艺如何。我的手艺您放心，不说顶好，但绝对差不了。李元双没说话，他这绣坊是县里唯一一家，附近几个村手艺比较好的绣娘基本都在这儿了。如果说这个小娘子手艺一般的话，是没有必要多招一个人的。大姐，不瞒您说，我相公前段时间受了伤，在家里躺着，家里一下断了经济来源，相公的医药费还有3个孩子的吃穿用度，我实在是没办法了，您就收下我吧，我保证我的手艺很不错。他怎么说谎都不心虚的？小娘子，你太不容易了。还真有人相信。这样吧，小娘子，我这儿有个活计，是王员外家的小姐，这个月过生辰，里外都需要布置，家里急需20个荷包装碎银犒劳下人。荷包嘛，简单，保证让他刮目相看。那真是太感谢大姐了，这事儿不需要经过掌柜同意吗？我就是元双，这是我的铺子。哎呀，是我眼拙了，没认出您。李元双笑了笑，摆摆手示意无妨。那这个工钱怎么算？一般是10文钱一个，如果绣工特别好的，可以15文一个。本来依照规矩，回家做活的是要缴纳一定的押金的，但是李元双可怜他一个人养家不易，就免了他押金，也算是非常信任了。又问了一些注意事项以及交货日期，杨清河就提着工具包走了。崽子们，我们以后有钱花了，我们今晚庆祝一下。你们想吃什么，我们去买。娘以前是这种性格的人吗？于是他们买了1斤猪肉、10斤大米、1把豆角、2根莲藕，还买了一些配料。老杨家的人在杨清河关门后就匆匆地往村长家去，打算先去抢占心机，势必要这小贱人好看。在路上杨老太婆便安排好了，3个儿媳妇加上他，4个人一进村长家就开始嚎哭。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村长家在办丧事儿，把村长气得脸都黑了。什么事儿？你说清楚，别大清早的就来我这儿哭，晦气。于是杨老太婆就开始告状了，什么殴打老娘、砸门抢食、辱骂兄长等等，把一堆罪名都往杨清河身上扣，求村长务必给他做主。你确定这些都是清河干的？
杨老婶儿啊，村里谁不知道清河最怕的就是你，还有这个胆子。杨老太婆噎住，这小贱人之前确实是最怕他，就是从昨儿昏迷醒来以后跟变了个人似的，不知道他昏迷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。村长见他不说话，又看向杨老大，你说说。说啥呀？我昨天都不在家，这些事也都是听老娘说的。村长，我们也没胆骗你呢，这都是真事儿啊。我们家的门昨晚还是当家的修好的，还有吃的。你不信你问问孩子们，昨晚是不是都没鸡蛋吃了？对的，姑姑把鸡蛋都拿走了，我饿了一晚上。村长在心底叹了口气，这老杨家的事儿他是真不愿管。前几年半夜撬门事件，让他们一家没少被杨理事坐在门口哭闹。虽然后来又不了了之了，但他也是真的厌烦了这一家子。就拿现在这事儿来说吧，他是根本不信清河有那个胆子做这些事儿的。就算是真的，肯定也是被杨理事添油加醋了。这事儿总不能听你们的一面之词吧，我也得问问清河那边。于是让家里一个孩子去叫杨清河。一盏茶的时间，小孩跑了回来。爷，清河姐不在家，隔壁婶婶说清河姐带着孩子去县里了。啊？她肯定是要把孩子卖了，这黑心丫头呀！我这就去她家门口守着她，她一回来我就押她过来。我们村不能容忍这种人渣。村长想说什么，又觉得得见到杨清河再说，于是摆摆手让老杨家去了。出了村长家的门，杨老太婆兴奋得不得了，她早就想把那3个贱种卖掉了，如今小贱人先下手，倒是省了她不少功夫。等小贱人回家后，立马把银子抢过来，再把她押到村长家，让村长报官把她抓起来。以后虽然少了个帮干杂活的人，但想到不用再见他，杨老太婆还是很兴奋。她是真的很讨厌这个孩子，吃了他这么多补品，居然是个赔钱货女娃，还好死不死让村里唯一的老秀才教他读书识字。凭什么他老大老二老三哪个不比那个贱人好？老秀才就是不肯教，活该死得早。贱丫头学这么多有什么用？还不是像狗一样要讨他们欢心。杨老太婆心里美滋滋的，为了第一时间抓住杨清河，家都没回，就在他家门口守着，等了快2个时辰，在耐心快要消磨殆尽时，终于看到了回村的杨清河。你怎么让开，别挡着门口。怎么说话的？杨老太婆的谩骂在看到杨清河背上的背篓后停止了，她改口说：哟，还算你有点良心，知道自己错了就好。把东西给我，再带上这3个拖油瓶，去把家里的衣服都洗了。东西是我跟孩子们吃的，衣服要洗，叫你儿媳妇跟孙子去洗。杨老大听他这么说就火了，这小贱人不给点教训，真把自己当根葱了。他撸起袖子就要冲杨清河走去，杨老大举着巴掌还没扇到杨清河，就被他半路截住，抓住杨老大的胳膊，将他背负于右肩，弯腰屈背，一使劲儿，完美的来了个过肩摔。你居然，你个贱！你骂我一次我打一次。杨老二杨老三看着被摔地上半天没站起来的杨老大，咽了咽口水，心里都在庆幸自己还好没那么冲动。杨二嫂跟杨三嫂都往后退了几步，看着老大家的惨样儿，一时间没人敢轻举妄动。干什么呢？是村长。村长在老杨家走后一直心神不宁，他怕杨清河是真的把孩子给卖了。别人不知道，但他作为村长还是知晓一二的。当初帮简昭置办房屋地契的妇人，穿着举止一看就不是普通的村妇，村长也是见过世面的，明白一些大家族里难免有些龌龊事儿。这个叫简昭的年轻人肯定不是来乡下养病这么简单。村长啊，您可要为我家大志做主啊！
清河，这是你干的？没错，村长，我们几个可都是看在眼里。杨清河实在是太过分了，大哥只想教训他对娘出言不逊，他就把大哥打成这样。村长，你要为我家大志做主啊！他是家里的顶梁柱，要是倒下了，我们娘几个可怎么办呢？村长头都大了，问杨理事打算怎么解决。杨理事嚎道：我要这小贱人给老大做牛做马，好好服侍老大，还要给我们家赔偿10两银子。真是太好笑了，要我赔10两，要我伺候杨老大。行啊，那我们先把之前的事捋一捋。村长，我要报官，状告杨理事企图杀害我的孩子。什么意思？杨老婶要杀人了？太可怕了！杀人啊！即使不是亲外孙，也不能这样吧？要我说呀，这杨老婶是做得出来的。你们忘了，她当年就差点杀死亲女儿。小贱人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胡说？你知道楠楠吃不了花生，刚入冬的时候，有一天你特意端了1碗花生粥给她，她差点就吃下去了。如果不是杨家宝突然发产抢了去，怕是楠楠早没了吧？这小贱人怎么会知道的？那当然是感谢我的好大嫂了。杨小花在杨老太婆仿佛淬了毒的目光下冷汗直流。完了，婆母肯定不会放过她的。清河，这事村长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。你看报官的事，村长叔的面子我还是要给的。这事闹大了，与我们村也是颜面扫地，所以交给村长叔我是很放心的。杨理事跟赵小花从今天开始在宗祠连跪7天，任何人不得探望，并且把此事上报族老。再有下次，除处理杨村，从今往后杨家任何人不许找清河一家的麻烦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清河，怎么样啊？一切都听村长叔的安排。肚子饿吗？我先给你们煮点粥，晚上再吃肉，好不好？简家南摇摇头，简家宇不作声。刚才只顾着想弄死杨老太婆，没有考虑到2个孩子的心情。他弯下腰，把简家南搂到怀里，轻轻地拍打他的背，以示安慰。在无声的安慰中，他突然哇地哭出了声，似乎是才反应过来，自己差点没命了。是娘的错，以后不会再让你遭遇这些事了，我保证。小雨，你差点害死了我弟弟。我知道你们都不喜欢我们，我也尽量不让弟弟妹妹出现在你们面前。我明明已经那么，我想尽一切办法躲避你们，是你们不愿意放过我们。你现在这样，又是做给谁看呢？你让我们相信你，可是哪有无缘无故的好？你之前那么讨厌我们，不管是你还是那个女人，你们都是这么自私。娘是这个世界上最恶心的人。那个女人，杨清河回忆了一下书里的内容，明白了，是他的亲娘。他亲娘跟原主简直是棋逢对手，一样的狠毒，一样的不是东西。杨清河把简家宇强行按在怀里，感受到他不停的颤抖，终是不忍心再说什么，说的再多都不如做出来的实际，已经造成的伤害只能是尽量去弥补。我会做给你看。回应他的是嚎啕大哭。那个默默流泪的小孩捂着脸蹲在地上，似是要把所有的委屈都哭尽。第二天醒了个大早，杨清河估摸着还没到6点。毫无娱乐活动的古代，唯有睡觉得以解千愁。按照这不到9点就睡，不到6点就醒的日子过下去，杨清河觉得自己能活到99。把米放进锅里煮粥，他来到院子里压腿。早上你在干嘛？练习压腿啊，以后跳舞打架都用得上。跳舞打架？娘还会打架啊？可以教教我吗？好啊。对哦，教你们打架，以后就不怕被欺负了。我怎么没想到呢？教会了俩大的，以后不仅可以保护妹妹，也可以保护自己。说干就干。吃过早饭以后，
他把俩大的叫到院里，开始从最基础的教他们。简佳宇收起了之前带着玩闹的表情，他对这方面有着极大兴趣，学得非常认真。不愧是以后赫赫有名的大将军。1个时辰就这么过去了。娘，你还会功夫呀，好厉害呀！昨天把舅舅摔了出去，是谁教你的呀？你为什么会学功夫呀？是谁教的？怎么说呢？那个教练姓马，叫马什么他已经不记得了。你娘啊，我厉害着呢，你要是认真学，以后也能这么厉害。一转眼7天过去了，今天他又打算去一趟县里，准备提前交货，再不结工费他就真没钱花了。因为想着交货以后就有钱花了，杨清河决定带上3个孩子一起去，到时候可以吃个肉包子什么的开荤。这几天吃的都是白菜红薯，脸都快绿了。孩子们早上练习空手道的时候都是有气无力的样子。这是……没想到，真是没想到，这个小娘子手艺这么好。老板，你看我这手艺还行吗？行，可太行了！我好久没看到这么厉害的绣工了。那工费？哎呦，瞧我这记性，小娘子，你这手艺真的太好了，我给你20文一个的价格，希望我们能长期合作。20文？杨清河眼睛亮了，一共是400文，比预期的还要多，很好，很好。那可真是太感谢您了。结了工钱，又接了个团扇的活儿。杨清河带着孩子们开开心心去买肉了。杨世宝看着坐在旁边低头不语的杨清河，不屑地撇撇嘴。平时从来没见过他出门，今天别是故意的吧？就为了遇到他。杨世宝的妻子何美凤见相公盯着那个狐狸精看，瞬间就不高兴了。长得好看又如何？还不是名声差到只能做2级。听说他相公出事死了，哼，还得养着3个拖油瓶。想到这儿，何美凤心里又舒坦了，暗暗哼了一声，没再说话。杨清河不知道这对夫妻心中所想，要是知道了，估计会直接跳起来打爆他们的头。回到村里，杨清河直接带着孩子回了家。杨世宝隐隐感觉到不爽，明明是来偷看他的，从头到尾却没有看他一眼，这什么意思呀？在玩欲擒故纵？人都走远了，还盯着别人背影不放。何美凤语气不愉：这么好看，怎么不追上去打个招呼啊？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我胡说，你一路上眼睛就差挂在他身上了。无理取闹。杨世宝说完扭头就走，何美凤在原地气得跺脚，最后还是咬咬牙跟了上去。娘，中午吃什么呀？是简家南。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，简家南跟简家瑶慢慢的开始会跟他撒娇了，也不再像之前那样看到他就躲，这是个好现象。简家宇这个小狐狸脑子里弯弯绕绕太多，从那天哭过以后，他对杨清河的态度就很微妙，不好攻略呀。馋死你了，吃包子吧，去问问哥哥妹妹饿了没。吃完午饭，杨清河把3个孩子召集到院子，准备开一个家庭小会。娘，什么是家庭小会？就是我有一些想法，打算问问你们的意见，我们可以一起考虑。娘真的像变了一个人，或许，可我们都还小，什么都不懂呀。可你们也是这个家中的一员呀。我打算开春了就送小雨去学堂。简家宇震惊到说不出话。至于楠楠跟瑶瑶，我会在家里给他们开蒙，等他们都能识字了，再一起送去学堂。不过那个时候，你们爹应该已经恢复记忆来找你们了，到时候你们就能过上比这更好的日子了。娘，我是女孩子，村里的女孩子不读书。不，女孩子一定要读书。村里的女孩子不读书，是因为他们家大人没意识到读书的重要性。还有你们2个也是，我不求你们考取功名，但你们一定要做个明事理、懂是非的人。2个小的不由得点了点头，保证一定会好好学习。还有问题吗？没有问题，我们就通过这个题了。娘，我听小壮说读书好贵的，他娘就没舍得送他去。
这些我会想办法，相信我了。你只要做好准备，开春去学堂就好了。看着他这副认真的模样，简佳宇也点了点头。好，那就鼓掌，庆祝我们通过该题。杨家，杨老太婆躺在床上，嘴里嗷嗷的叫个不停。整整7天，她除了晚上休息跟如厕，就是吃饭都得跪着吃，膝盖是又疼又肿。贱妇，让你多嘴！你给我等着，等我能下地了，我饶不了你！不会是老杨家的人又来找茬吧？走到门口一看，是村长的儿子杨世宝。你没事来我家门口晃悠什么？谁说我没事？行，那你说说你有什么事？我，你下次再鬼鬼祟祟的来我家门口晃悠，我就不客气了。说完就带着孩子进门了。关门的时候还特意使了劲，把杨世宝给吓了一跳。杨世宝眼神复杂的盯着门，也觉得自己今天是有点冲动了。他这次回村听到了很多关于杨清河的传闻，无非都是在说他的改变。杨世宝对此是不信的，他对他再了解不过，但架不住传闻说的有鼻子有眼，他才按耐不住亲自来看看。我跟你们说，记住外面站着的那个人，以后看到他在咱家门口，千万别开门，知道吗？3个孩子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虽然不太明白为什么，但是娘说了，硬就是。娘，谁在砸门啊？不知道啊，不会又是姓杨的吧？你是忘了你也姓杨吗？贱人，敢勾引别人相公不敢开门了！你这个死不要脸的婊子，真是狗改不了吃屎！勾引我的相公，也不看看你配不配！这不堪入耳的谩骂让杨清河瞬间冷了脸。这声音没记错的话，是杨世宝那个妻子。嘴那么臭，没刷牙就出门了？你这个贱人，婊子，烂货，你居然敢打我！怎么了这是啊？美凤怎么会生这么大的气啊？而何美凤也不负众望，一听到有人问她，跟川剧变脸似的，1秒钟就哭了出来。美凤，别哭了，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？你说出来，我们都会给你做主的，别怕。我知道清河姑娘心悦我相公，但如今你与她阴间成婚，你怎能因为你相公不在人世了，而去勾引我的相公呢？哎，我以为他变好了，没想到狗改不了吃屎啊！怎么，讨论完了？你勾引别人的相公还有脸了？要我说呀，你这种婊子就该驱逐出村！贱人！你没见过我相公吧？没见过，这跟今天的事有什么关系吗？你们呢？总有人见过他吧？你没见过，所以你不知道。那你大可以问问这些人，我相公长什么样？有他珠玉在前，我还能看得上杨世宝？他哪点比得过我相公？那种废物我真不稀罕。你要稀罕，麻烦你看好了，别让他没事来我家门口晃悠，省得吓到我孩子。何美凤看着眼前的女人，那女人表情淡漠，没有一丝一毫对杨世宝的眷恋。她不相信杨清河如她自己所说的这么无所谓。你别以为你这样说就……娘，怎么了这是？看见大儿子杨清河，眼睛亮了一瞬。我们小雨长这样，他是最像他爹的，所以你知道我相公长什么样了吗？所以麻烦你回去管好你的废物相公，别让他再出现在我面前，我看不上他。可是你之前……你也知道那是之前。自从我跟我相公成亲以后，我的心里便只有他一人。又瞎说。何美凤还想再说什么，被一道声音打断了。何美凤，你还嫌不够丢人吗？一同来的还有村长夫人，这下有好戏看了。何美凤看到杨世宝，吓得抖了一下，再看到旁边站着的面色阴沉的婆母，抖得更厉害了。杨清河才不管他们怎样，今天是必须把话说清楚。杨世宝，今儿当着你母亲的面和众位邻居的面，咱俩把话说清楚。今天你妻子来我家撒泼，我打了她一耳光，这事扯平了。往后请你看好你的妻子，别让她再来找我麻烦。你也是，别再在我面前晃悠，我不想看见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。
以前的杨清河死了，现在的我对你一点想法都没有，听懂了吗？杨世宝脸瞬间黑了，他从小到大什么时候被人这么下脸子过？你以为你是什么仙女下凡，人人都心悦你？我才是对你没有半点兴趣，当年没有，现在更不会有。那不正好，以后别出现在我面前了，我一看到你就会忍不住悔恨当初，以前的我到底有多蠢，也有多瞎。你，清河这话说的，当初非我们阿宝不嫁的不正是你吗？往事真是历历在目，奈何妾有意，郎无心啊。既然都是往事了，夫人也忘了吧，这不是谁都有过年少无知的时候。以前的我就是井底之蛙，跳出井口才发现有些人不过如此，哪儿都不行，甚至长得还没我们家小雨好看。村长夫人差点控制不住面部表情，若不是这里有这么多人看着，她真想撕烂这小贱人的嘴。当初是她非阿宝不嫁，如今也是她把阿宝变得一文不值。在村长夫人眼里，她儿子是最好的，就是配天上的仙女都绰绰有余。杨清河算什么东西，也配嫌弃他的阿宝？真是个水性杨花的贱妇。不早了，我们就先带美凤回去了。慢走不送。要说我坏话最好离远点儿，别被我听到了。现在的我脾气可不好了，听到了我可不会放过。一进家门，村长夫人直接甩了何美凤一巴掌。娘，别叫我可生不出你这么蠢的蠢货。娘，你消消气，小心气坏了身子。怎么了这是？发生什么了？都是这个蠢货，他今天下午去找杨清河的麻烦没找成，反而让阿宝被那个女人狠狠地讽刺了一番。于是在夫人添油加醋并伴随着儿媳抽泣声中，村长弄清了来龙去脉。哼，你等着看吧，不出一天，你儿子甚至不如他儿子好看，这事儿肯定会传得沸沸扬扬。阿宝还怎么见人啊？行了，你看你现在哪里有一点婆母的样子？婆母的样子？我儿子的脸都让他给丢尽了，我还要什么婆母的样子？爹娘，儿媳错了，是我太冲动了，是我害得相公丢了脸面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行了，你先起来吧。想到杨清河，村长隐隐感到头大。这丫头啊，自从那天打了杨老大以后，就跟变了个人似的。以后谁都别出现在清河面前了。这丫头啊，跟以前不一样了，不是个任人欺负的主。哼，他算什么东西？我们就得听他的。之前老杨一家，再到今天的你们，哪个从他手里讨到了便宜？那是因为……够了，我说的话都没有用了。村长夫人不忿，但到底没反驳他的话，心里却盘算着迟早要找个理由收拾那小贱人。晚饭过后回到自己的房间，何美凤心里越来越不安。从下午回来以后，杨世宝就没跟他再说过一句话。相公，很晚了，要不要我去给你烧洗澡水啊？你今晚去小鱼的屋里睡吧。我真的知道错了，相公，求你原谅我吧，我下次再也不敢了。滚出去！再啰嗦一句，我就休了你。不能被休，她才嫁过来不到半年，要是被休了，再嫁不知会是什么样子的人了。一想到被休以后的日子，何美凤更恨杨清河了，恨不得把他千刀万剐。哥哥，你还记得吗？我们还在爷爷家的时候，有一年也下了一场雪，然后那天我去你的院子里找你玩雪，然后碰到了张夫人。女人嫌恶的声音犹在耳边，那是他第一次知道了这个女人有多讨厌他们。当然记得了，怎么了弟弟？突然想起张夫人了。原来已经过去这么久了。别想了，都过去了。哥哥，来打雪仗吧。兄弟俩就这么打起了雪仗，你来我往，好不热闹。
哥哥，没想到打雪仗是这么的好玩。哥哥，娘最近很好，不打我们也不骂我们，每天都给我们做饭吃，虽然味道很普通，还有肉吃。对了，还教我们功夫，教我和妹妹识字。你说他会一直这么好吗？还是会有一天跟以前一样，跟张夫人一样？他们口中的张夫人应该就是他们亲娘张木木。原书里写过，这个女人对孩子非常不好，她嫁给简昭是有目的的，对于自己生的3个孩子没有一个是喜欢的。到了晚上，杨清河就后悔了白天没有叫他们回来。简家南发烧了。娘，我冷。这样不行，要不去找二子书借车吧，我们去镇上。娘不用，我想到了，之前弟弟高烧，隔壁的王婶子是去找村西头找的赤脚大夫看的。哎呦，儿子，你怎么才想起来啊？这样，你在家里看着弟弟妹妹，我现在去找那个大夫。不得不说呀，这周大夫真有2把刷子，几针扎下去，小孩的呼吸就慢慢平缓了。每天一副熬2次，早晚1次。谢谢大夫。那我儿子他没事了吗？放心，虽然老小只是个乡村赤脚大夫，但是医术却是过硬的。收了钱，又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项，周大夫就启程回家了。行了，下次你不要直接闯进我家就好，这大晚上的还以为是贼呢。这么高的墙，也不知道你是怎么翻进来的。就你那个墙，翻起来一点难度都没有。简家南做了个梦，梦里回到了京城的相府，回到了他熟悉的那个院子。嘿嘿，嬷嬷，下雪了呀！孙二少爷，您等等老奴。下雪了，我可以去找哥哥一起玩雪吗？孙二少爷，孙少爷现在还在国子监上学呢，您等他下学了再去找他。没关系的，孙二少爷，即使雪停了，您也可以去找孙少爷一起玩。等啊等，终于等到哥哥下学，就往哥哥院子跑，嬷嬷都没追上。快到哥哥院子了，却没想到在回廊碰见了张夫人。那时候他还是叫她娘。娘，你回来了。没有教养的东西，谁允许你在府里跑来跑去的？少夫人，请您原谅，孙二少爷他不是有心的，他只是太想见到孙少爷了，是老奴的错，都是老奴的错，老奴没跟紧孙二少爷。无礼的东西，什么时候轮到你来说话了？住手！哼，怎么，我管教一个下人还不行了？我，来人，把这老东西拖下去，给我打30个嘴巴，再杖子20大板。没有教好孙二少爷就算了，居然还敢顶嘴！不要，娘不要，求求你了，是我不好，您不要惩罚嬷嬷，是我错了。没用的东西，居然为了一个贱婢求情！不要叫我娘，我没有你这种废物孩子。求求你了，张夫人。既然你这么心疼这个贱婢，你就跟他一起受罚吧。说罢，看了眼大嬷嬷，大嬷嬷会意。孙二少爷因在回廊奔跑，有失礼仪，现罚跪祠堂1夜，任何人不得探视。夫人不要啊！您饶了孙二少爷吧，求您了，您怎么罚老奴都可以，您放过孙二少爷吧。夫人，求您放过孙二少爷吧，老奴替他跪。都给我住手！哥哥，你救救那嬷嬷，不关她的事。谁打的你？是我。怎么，你还想替他出气不成？娘。他话还没开始说，张木木也抬手甩了1巴掌过去。我再说一次，别叫我娘，我没有你们这种没用的废物儿子。这1巴掌彻底打醒了，他对这个女人最后的幻想。张夫人，抱歉，
能不能请你原谅幼弟的无理行为？我以后一定会教导好他的。那你跟他一起去跪着吧，我罚了，走吧。祠堂里，2个小孩直直地跪在地上，连个垫子都没有。哥哥，都是我不好，我不应该去找你玩雪，不找你玩雪就不会遇到张夫人，嬷嬷就不会被打，都怪我。不怪你，别哭了，是哥哥的错，保护不了你。弟弟没错，他也没错，错的是张夫人这个没有心的人。入夜以后，2个孩子又饿又累，正昏昏欲睡时，外面突然响起争吵的声音，伴随着尖叫和求饶声。没多久，便有人推开祠堂门。姑姑，来人是简昭的妹妹简子玉。受苦了，都怪姑姑，要是早点回来就没事了。不怪姑姑。把2个孩子带回他的院子，随后立马传唤了府医。第2天，简子玉就闯进张木木院子里，打了他2个巴掌。当时2个嬷嬷都没拦得住他，硬是让他得逞了。虽然帮侄子们报仇了，却也因此被丞相家法伺候了一顿。楠楠，楠楠，你醒醒，醒醒，楠楠，把药吃了再睡。好吵，是谁？太好了，终于醒了。别哭了，楠楠，把药吃了再睡好吗？我哭了吗？他一口一口给他喂药，药很苦，但是小孩很乖，一点没吐的都喝下了。楠楠真是个乖孩子，睡吧啊，娘抱着你。娘，你会不会一直对我这么好啊？你比梦里的张夫人要好太多。我等会儿要去一趟县里，有人要跟我去吗？一听到要去县里，病刚好的简家男都跳了起来。去县里有这么大的吸引力？清河妹子，你这手艺啊，实在是了得呀！这团扇我左看右看，甚是喜欢的不得了。元霜姐太过奖了，天下比我厉害的绣娘多了去了。这样吧，这次的团扇我就按照30文一把收，你看行吗？杨清河不知道市场价，算了一下，一共赚了450文，他觉得可以接受。姐，您知道有什么能多挣点钱的工作吗？就是我开春以后想送我大儿子去学堂，想多攒点钱。去学堂？你相公的医药费已经凑够了吗？干，我忘了这茬儿。你会绣衣服吗？就是上次王员外家，下个月他母亲过70大寿，委托了我们给老夫人绣一件寿宴那天穿的衣服。说起来啊，上次你绣的荷包，王小姐很是喜欢呢。没问题的，衣服我也很拿手。那就好，我这就把面料拿给你。要是绣好了，工钱算你5两。5两？杨清河一听眼睛都亮了，连连保证绝对绣一件独一无二的衣服给老夫人，绝对让老夫人满意。出了绣坊，杨清河走路都带着喜悦，仿佛那5两银子已经到手了。小雨，5两银子，这员外府家真是有钱啊！你的束修有着落了。简佳宇张了张口，到底还是没说话。他至今都觉得不可思议，他居然真的打算送他们去上学堂。娘，我也要上学堂。上学堂。放心放心，都会去的。还没到家，远远的就发现家门口站着2个人。不是老杨家的，谁又来了吧？靠近了才发现不是杨家的人，而是一位矮妇人跟一个小伙子。杨清河隐隐觉得有些眼熟，但是想不起是谁了。王奶奶！哎呀，乖乖们，奶奶回来了，你们还好吗？进屋再说吧。进了屋，杨清河把东西放好以后，就打算出门。娘，你要去哪儿？去山上捡些柴，咱家柴不够用了。那我跟你一起。不用，你们在家陪王奶奶。让大树跟你去吧，你一个女人能打多少柴？有免费的劳动力，不要白不要。杨清河爽快地应下了，
交代了孩子们不要乱跑以后就出门了。妇人也就是王婶子看到他们出门以后，把3个孩子叫到了身边问话。王婶子就是当初那个把高烧的简家南送去看大夫的人。简家宇知道他要问什么，主动开口说：娘最近对我们很好，这是真的。哎，我听说了，可是为什么呢？怎么会无缘无故就变了个人？不知道，可能是他良心发现了。王婶子想说哪有这么简单，她张了张嘴，又实在不忍心再打破这3个孩子的幻想。娘很好，娘说过她以前只是病了，所以对我们不好，很凶，但是她现在病好了，再也不会对我们凶啦。娘什么时候跟你说的？第一次帮我洗澡的时候啊。那就好。不管处于什么原因，只要孩子们好就行了。真是谢谢你了，今天要是没有你的帮忙，我一个人也弄不了这么多。客气，以前简哥也帮了我们不少。把柴放好以后，杨清河邀请大叔母子俩留下来吃饭，表示对他们的感谢。王婶子拒绝了，她也有半个月没见自家孙子了，实在是想得紧。今早也是因为担心简家宇几个才直接赶过来，现在确认他们没事儿，就赶着回家陪孙子了。既然你有心改过，希望你能一直保持这样。老秀才教出来的孩子不应该是以前那样。杨清河只是点头，说的再多都不如做的多，令人信服。目送王婶子离开，3个孩子还有一些舍不得。没关系，舍不得的话，以后你们可以每天都去看王奶奶。真的吗，娘？那你陪我们去吗？为什么呢？你们自己去不可以吗？不要，娘不陪我们就不去了。小雨呢？也要娘陪着吗？娘，是爹爹说的，没有大人的陪伴不能出门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不是本村人，大家都不喜欢我们，没有人跟着，会有人欺负我们的。而且如果爹不是跟娘成亲，我们都没办法买下这座房子。是这样吗？杨清河努力地想回想起他们刚来那时候的情况，但是脑海里除了跟简昭吵架的画面，就是对3个孩子视而不见的画面。就不应该指望原主的记忆。没关系的，没有人能让所有人都喜欢，但是不能因为别人的看法而把自己拘禁在家，这是不对的。为什么不对？我希望你们不出门，是因为你们自己本身不想出门，而不是因为别人的看法不出门。这重要吗？这很重要啊！我希望你们做的任何事都是以自己的意愿为主，而不是因为旁的什么就放弃自己的想法，能明白吗？3个孩子没有说话，杨清河又问：那你们告诉我，你们是真的不想出门玩吗？不想交朋友吗？想出门玩，但不想交朋友，他们都欺负我们。简家宇也点点头。可是现在不一样了呀，您不是教会了你们功夫了吗？谁欺负你们就给我打回去。你们下午就带妹妹出去玩，我相信你们能保护好妹妹，别怕，有人欺负你们就打回去，打不过来找我，我带你们去找场子。下午睡醒后，孩子们就出去玩了。出门前，杨清河还给他们打气加油了一番。孩子出门以后，他就拿出布料，开始思考怎么做衣裳。裁剪好布料，杨清河就开始动手了。这么一忙起来啊，很快就到了晚饭的时间。杨清河这才发现孩子们还没回家。你是？简娘子，瑶瑶妹妹被打了。一路上，小孩边跑边给他解释，原来今天下午简家宇带着2个小的去了河边玩耍，本来玩得好好的，谁知道杨家几个孩子也去了那玩。那几个熊孩子以前就爱欺负简家宇哥俩，加上前段时间杨清河让老太婆跟赵小花跪了祠堂，这回碰上了，新仇旧恨一起算。其中一个年纪最大的说着就要拿棍子去揍简家宇，简家宇自然是不肯乖乖就范。一来二去的，杨家几个孩子
占不到便宜就火了，把主意打到了最小的简佳瑶身上。他们仗着人多，一起把简佳宇、简佳楠围住，拽着简佳瑶的头发，企图把她推下河。简佳宇看到妹妹吓得大哭，情急之下用力地踹了其中一个孩子一脚，那孩子就倒地不起了。所有孩子都被吓到了，有个别机灵的就跑回家叫了大人。老杨家的2个大人都赶过去了，围着简佳宇3个不让走。倒在地上嗷嗷叫唤的正是杨家老2家的老大杨盼才。娘，我肚子疼啊！你好，佳宇，你要死啊！下手这么狠！他狰狞的面容让刚刚止住眼泪的简佳瑶又给吓哭了。小姑娘轻轻拽着哥哥的衣裳，说要回家。呸！想回家？事情没搞清楚之前，谁都不许走。有什么好说的？要不是你们想把我妹妹推下河，我大哥也不会动手。他胡说，我们才没有欺负这个丫头片子。就是你想推我妹妹下河的。你这小疯狗，跟你娘一样逮谁咬谁。我女儿说没有就是没有做过。你们敢做不敢当？娘不在这儿，怎么办呢？娘，我肚子疼，简佳宇踢得我好疼啊！简佳宇，你这个贱种，活该你爹被你克死。你这种人就不配活着。我告诉你，我儿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不会放过你。你说你不会放过谁啊？怎么，你儿子打了我儿子，你还有理了？娘，我没保护好妹妹。杨清河笑着摇摇头，这事儿不能怪这孩子，要怪就怪老杨家上梁不正下梁歪。看着他们一家都一副不把自己放在眼里的样子，白芷气得跳脚。贱种，一家都是贱种！这话我原封不动还给你们。杨清河，我儿子现在可是躺在地上。关我什么事？是我让他躺的。你儿子踢伤了他，你今天你干什么？缓缓走到杨盼才身边，抬起脚，二话不说的就往下踩。杨盼才也吓得个半死，顾不上装，直接滚到一边，马上就爬了起来。这不是好着呢，能不能爬？简佳宇这没有缘由就打我儿子，这笔账是没有缘由吗？这几个孩子不找事，小雨会动手。告诉你，你刚刚骂他的事我还没跟你算账，别急着找揍，我一会儿满足你。他现在要去找那个差点把简佳瑶推下河的算账。走到杨营地的面前，一把抓住他的头发，把他往河边带。贱人，你干什么？杨清河压根儿没把他放在眼里，脚一勾，手一推，蝴蝶就倒在了旁边，磕到屁股，疼个半死。他把杨营地拽到河边，做事要把他往下推。眼看着就要摔到河里，杨清河又把他给扯了回来。以后还敢推人下河吗？娘，我要回家。蝴蝶心疼的不行，不顾疼痛的站了起来，抱着女儿就往家跑。看来以后是不敢了。蝴蝶母女走后，他又看向白芷。你干嘛？你说呢？我软脚虾一个，杨清河无语。没等他再说什么，白芷趁他不注意，拉着杨盼才跑了。废物，这仇他记下了，迟早报回来。娘好厉害！不会觉得我很过分吗？对一个5岁的小姑娘这么狠？不会，你只是吓吓她，最后还是没有把她推下去。推下去？这小复读机现在算是缓过神了。草根不见了。草根是谁啊？就是那个拉住瑶瑶的小男孩，也是他把我找来的。走吧，先回家，明天咱们去草根家道谢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杨清河就带着孩子去了趟村长家，给他们开门的是何美凤。你来干什么？反正不是来找你的。清河找我有事儿吗？村长早。把昨天发生的事儿跟村长说了。哎，这真是，这事儿你想怎么处理呀？我昨天已经解决了，这事儿就是跟您说一声，省得有些人又来找我闹。清河，你真的改变了很多，还有你什么时候学会打架了呀？
当也知道自我回家后的处境，那时候我也是被树油蒙了心，一心只想得到我娘的认可。但是某天做了个梦，师父在梦里不停地叹气，想来也是被我气的。我呀，突然就醒悟了，觉得不能再这样浑浑噩噩下去了。我对孩子们做的事，不正是我娘对我做的事吗？我受到的伤害，难道还要加害到其他人身上吗？您也知道，我娘眼里只有我那几个哥哥，什么重活脏活都是我做，所以我的力气难免比其他姑娘大。那天也是凑巧了，加上气急了，才把我大哥摔出去的。杨清河的这一番话说的好像有理有据，但是村长总觉得不太对，具体的他也说不出，只能是归于直觉吧。他鼓励了杨清河几句，表示以后有什么麻烦都可以找他。告别了村长，一家4口正在前往去草根家的路上。请问草根是住在这儿吗？姐娘子，你怎么来了？只是道谢礼，我是真的非常感谢你昨天帮了瑶瑶一把，你就收下吧。草根一听更是不肯接受。草根啊，怎么了这是？奶奶，这是姐娘子上咱们家道谢来了。杨清河看老人一脸不知情的样子，上前把事情经过简短的说了一遍，末了感谢道：我是真的非常感谢你们家草根，要不是他，我家瑶瑶可能就没了。这大冬天的掉下河里真是不堪设想。哎呦，使不得呀，姐娘子，这肉是好东西，你还是拿回家给你的孩子补补吧。你说着吧，你就算不吃，奶奶这么说也得让他补补。就这样吧，你就收下吧，天色不早了，我们也回家吧。草根啊，这个姐娘子是个好人啊，以后你一定要多帮帮人家啊。奶奶放心吧，我知道怎么做的。现在的草根也没想到，只是一个举手之劳，他未来的人生会有天翻地覆的改变。刚走出草根家没多久，就迎面碰上了一个脊背佝偻的婶子。婶子警惕地看着杨清河几人。你们来找草根有事儿吗？我们是来道谢的，感谢草根救了我女儿一命。你不是周大成那个人渣派来的人？周大成是谁啊？杨清河一头问号。周大成是草根的爹，草根他娘生他难产没了，周大成这个人渣拿着草根娘的嫁妆去县里开了一家茶楼，生意是做得不错，后来又娶了一个，便把草根跟他老娘赶到这里。最近隔三差五派人来骚扰他们，就是想把草根赶出这里。赶出这里？为什么？哎，还不是这周大成装成没成过亲的样子，骗娶了一个酒楼的掌柜的女儿，现在那姑娘也生了一个。周大成怕草根跟他老娘的存在暴露了他的过去，于是就想着把他们赶出去。他也不想想他老娘这身子骨能去哪儿，他们吃的东西都是草根给人洗衣服赚来的，周大成1文钱都没给过呀，人渣！可怜了草根，是个好的，就是这爹太不是东西了。听完以后，杨清河有数了，这就是个渣男骗婚嘛，骗婚就算了，还对自己亲骨肉根亲老娘赶尽杀绝，真不是个东西。不过草根在这种情况下还能保持一颗善良的心，可见本性不坏，老太太也是个好的。杨清河看了一眼简佳宇，心里有算计，简昭迟早会来的，简家的3个孩子也迟早会回去，京城那种虎穴狼巢般的地方，简佳宇身边必须有个信得过的人。草根是一个很好的人选，心不坏，而且肯吃苦。是啊，草根是个命苦的孩子。这样婶子，既然草根救了我女儿一命，她有事我不能不管。如果以后草根出了什么事，你就去村南边找我，你就说简相公家，会有人给你指路的。好的，小娘子真是一副菩萨心肠。哪里。跟婶子告别以后，一家4口往家的方向走。娘，你为什么要帮他呀？你不喜欢他吗？草根哥哥好。我没有不喜欢，我就是好奇。看他可怜，就顺手帮一把了。至于真正的原因，以后你们就知道了。
我们俩比赛吧，看谁先跑到家。3、2、1，开始！啊，娘，你耍赖！自从被杨清河吓了一顿以后，杨营地连续做了2天的噩梦，时哭时醒，弄得杨老三夫妻也跟着没睡好。我说老三家的那死丫头是怎么回事啊？哭个不停了，烦死人了！大嫂这是什么意思？你是嫌我女儿吵到你了？赵小花看着蝴蝶冷若冰霜的面庞，缩了缩脖子，把到嘴的话咽了回去，心里却把杨老三家的上上下下给骂了一顿。赵小花，你动作快点儿，想饿死老娘啊！马上就好，婆母。赵小花心里满是怨气。自从上次罚跪祠堂的事情发生以后，杨李氏对她鼻子不是鼻子，眼不是眼的，家里的重活累活都让她来做，一个不顺心就拿她出气。杨家饭桌上，老三家的营地丫头呢？一提起杨营地，蝴蝶立刻红了眼眶，看到媳妇儿红了眼睛，想到躲在房里不见人的女儿，杨老三忍不住啪把筷子一摔。怎么了，三儿？什么事这么大火气？呀，杨清河那个贱丫头，前天差点把营地给推下河，孩子被她给吓到了，都做了2天噩梦了。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于是在杨老三跟蝴蝶你一句我一句的讲解下，杨李氏了解了始末。期间杨老二家的白纸还添油加醋了不少，反正有人去收拾杨清河，他乐得多添几把火。这真是狠毒，太狠毒了，这个贱人！这事儿必须让他赔偿。你们赶紧吃，吃完我们就去找村长评评理。这种毒妇一定要赶他出村子。村长呢？我要见村长。干什么？嚷嚷什么呀？村长啊，你要为我们家营地做主啊！营地才是个5岁的小丫头，杨清河居然要把她推下河，吓得孩子都太傻了。村长扯扯嘴角，就知道他们来是要说这事儿的。村长啊，这么毒的人，我们可不能留他在村子里了。这次是他亲侄女，下次不知道是谁呢。这事儿是有误会。误会？哪有什么误会？我二嫂也在场，她亲眼看到的。我女儿差点被杨清河推下河。什么意思啊，村长？一而再再而三护着那死贱人，是不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关系？话一出口，杨李氏就后悔了，他不该口不择言，看着村长的脸由红至黑再到红，可见是气得不轻。你个老贱人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你女儿不干不净就算了，扯上我儿子还不够，还想扯上我当家的？怎么给我说中了？这么生气？你个老贱货，跟你女儿一样的不要脸！村长夫人气得直接扑上去打他，一时间兵荒马乱。住手！都给我住手！恰巧这时啊，有另一户人家也有事来找村长，刚一进门就看到了这么一个凌乱的画面。短短一个中午，这事儿就传遍了整个村落。彼时杨清河正在忙着缝衣服，还是来给他送差的草根告诉他的。因他昨天给草根送了鸡蛋跟肉，草根实在是过意不去，今儿大早就上山捡柴给他送来了。你真是太客气了。都是小事儿，比起简娘子你送的东西，算不得什么。杨清河对草根是越发的满意，以后有他陪着简家雨也算是不错。对了，简娘子，我今儿上山的时候听说了件事儿，关于你家的。啊，杨家的事？什么事儿？你仔细给我说说。说是杨奶奶今天在村长家跟村长夫人打了一架。不好意思，具体是因为什么你知道吗？我去打听了一下，说是因为前天那事儿，杨奶奶带着3个婶子去村长家说要讨公道，然后村长说了这事儿有误会，杨奶奶一听就火了，说你跟村长
是不是有什么不三不四的关系，把村长气得够呛？刚巧村长夫人在门外路过，也听到了这句话，就冲进去骂杨奶奶，然后就打起来了。杨清河真是要笑出声。村长夫人本来就恨他让杨世宝出了丑，老太婆又瞎把他跟村长扯一块儿，不气死村长夫人才怪。外婆会不会来找娘的麻烦？叫什么外婆呀？她可不认我这女儿。这不是你逼我们这样教的吗？行吧，以后不用叫了，听着刺耳。好啊好啊。果然简娘子跟杨家关系很僵啊。今天啊，谢谢你给我捡柴，也谢谢你给我打听这些消息。要不留在我们家吃晚饭吧，可以把奶奶一起带过来。哦，不了，你给我的肉都还有呢。奶奶也年纪大了，天黑了路不好走。肉跟蛋别省着，吃完了跟我说，我再给你拿点啊。草根摇摇头没接话，只是示意自己要回家了。简佳宇看着草根远去的背影，若有所思。哎呦，哎呦！我说大哥，那可是村长夫人，你现在要去跟村长打一架，还是跟村长夫人也打一架？冷静下来思考了一番，杨老大悻悻地对杨理事说：娘，这事儿还是你冲动了，要不赶明儿我们上门跟村长好好道歉一番。民不与官斗这个道理杨理事是明白的，但是看着自个儿子那一副怂样，他就气不顺。我的命好苦啊！辛辛苦苦生下来的儿子是个怂货，老娘被人打了都不敢讨公道啊！杨老大被说得一脸通红，暗自怪自己无用。婆母说的是啊，老大本来就是头脑简单，我看二叔三叔都没吱声，想来应该是想到解决办法了。小二三儿，你们想到什么法子了？杨老二一脸茫然，杨老三更是把头扭过了一旁。杨老大沉默不语，看着自个三个儿子，杨理事忍不住真哭了。我的命好苦啊！辛辛苦苦养大的儿子都是白眼狼啊！我不活了我！娘，我以前都不知道你还会缝衣服啊？是吗？咱们才认识多久？简家南被问住了，用手抵着脑袋思考起来。娘，你以前为什么不跟我们住京城啊？不，你认错了，我真不是你亲娘。说起来，到底是什么样的娘才能让自己女儿都不认识啊？这个张木木倒是真的狠心，果然是女人不狠地位不稳呢，难怪在原书里她也活到了最后。你都没见过我吗？没有啊，苏嬷嬷说娘很忙，要来乡下才能见到娘。这不是见到了吗？是哦，小姑娘一听觉得很有道理，顿时也不纠结了。瑶瑶她跟我们不一样，她从出生基本就没离开过她的院子，她不像我们还见过张夫人几次。她出生不久之后，张夫人跟我爹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僵了，爹不希望她知道这些龌龊事，将她护得很好，所以她真的认为你是她亲娘。一开始的时候你那样对我们，她还很难过的哭了几天，问为什么你不喜欢她。刚开始苏嬷嬷逼我们叫你娘，我跟楠楠是很不情愿的，但是不过你现在真的变得好多啊。现在的我不好吗？不，很好。为什么对我们这么好？你们好难伺候呀，好也不行，不好也不行。娘才是时好时坏，就像是换了个人似的。说罢，没等他回答，就转身跑回了里屋。这可真是个心思细腻的小孩。经过几天的赶工，杨清河终于把衣服做了出来。清河啊，今儿又去县里呢？杨清河点点头。你也是，每次都带孩子们一起，这多浪费啊！要我说，让他们自己在家就好啦。
没事儿，孩子们喜欢出门，就带他们出去走走。那嫂子撇撇嘴，自从这杨清河清醒过来以后，真是好吃好喝的伺候着这3个孩子，从邋遢瘦小到今天的圆润白净，村里不少人都觉得杨清河脑瓜子有问题。清河呀，你说这女人呐，还得是有个男人才行啊。你也是命不好，简相公年纪轻轻就不在了，你一个人带着3个孩子也辛苦呀。我娘家的大嫂是在县里地主老爷家做短工的，她说呀，这地主老爷最近在找续弦，我看你这条件就不错，跟了地主老爷还愁吃穿吗？这机会可不多得，你只要点头，嫂子那边马上给你牵线。这地主老爷多大年纪啊？年纪是有些长，不过年纪大一些懂得心疼人，好像是60有5了吧。60有5，那都能做清河的爷爷了。我说大妹子呀，你这就不地道了吧。那嫂子被这么呛了一句，脸色有些挂不住，但是为了那10两银子的介绍费，还是硬着头皮说，什么叫不地道？地主老爷那条件谁不稀罕？嫂子啊，我就算了，你看我这还有3个孩子要养呢，没心思给别人做续弦。还不是，你可要想清楚了，这可是地主老爷呢，这3个都孩子你一起带去呗，卖身给地主老爷做奴才，也是少不了口饭吃啊。不了，嫂子要真这么喜欢，可以自己嫁过去吗？你别不识好人心，我是看你可怜才给你介绍的，别人想要都要不来。所以我不是说了，你要自己喜欢自己嫁。呸，你可别后悔。后悔？谁稀罕个老头啊？娘，你真不会改嫁吗？你希望我改嫁？那倒不是，就是你要改嫁能等爹回来了再改嫁吗？你的意思是因为你们爹现在不在，所以才不希望我改嫁？要是你爹在，就随我意是吗？简家南点点头。小白眼，对不起，骗你的，你不要改嫁好不好？我们以后可以少吃点，别丢下我们行吗？心里那点委屈顿时消弭了。好不容易养得这么白胖，丢给别人我还真亏了。妹子，这真是……李元双是真的很好奇，这小娘子的师傅是谁，能教出这么优秀的弟子？因为远超预期，李元双又多给了500文。杨清河带着孩子们在街上瞎逛，经过东街巷口的时候，看到一男一女在争吵。我娘，你就这样走了，那些姑娘怎么办呢？你自己想办法，我不日启程前往京城，没空跟你在这耗时间。当初咱们可是说好的，我帮你赎身，你留在一方做着归属先生，现在才过了多久，你就跟着这刚认识的大人去京城了？京城跟这个破地方，孰轻孰重你不知道吗？总之我已经补偿银两给你了，别再烦我。说罢转身就走。女子走后，男子抬头看了一眼在巷口的杨清河。抱歉，不是故意偷听的。男子摇摇头，示意无所谓。那个，我想请问一下，你刚才说的一方是什么？归属先生又是什么？男子看了眼面前的小娘子，长得倒是漂亮，瞧着衣着应该是附近乡下的村妇，只当她是好奇，便细细地给她解释。这个叫大兴的朝代，类似上辈子的盛唐，是个相对自由前卫的朝代。这里女子可以考科举，可以为官，可以和离。在这种开放的制度下，女子不再是无才便是德，而是可以自由学习想学的。这时候啊，除了私塾，民间便多了一种归属。私塾是学学问的地方，归属则是给一些对学问没兴趣的女孩学艺的地方，也叫一方，主要教学琴棋书画武。可惜，这下我又得重新找个先生了。我想请问一下，当归属先生月薪是多少？每个一方不尽相同，我们一方是2两1月。大哥，你不是缺归属先生吗？我可以。他怎么看都不觉得一个村妇会琴棋书画。真的我可以，你可以随便考我。
看他一脸认真的模样，男子不由得信服了几分。这位娘子，不如跟在下去一方看看。男子自我介绍，姓莫，叫莫有生。这里第一层就是这么个布置，第二层是抚琴与作画的国风室，第三层是对弈与书法的中南室，第四层独坐武室，都是有间隔开的，并不会互相影响。娘，再耽搁下去，我们就赶不上二子爷爷的车了。我现在毛遂自荐，文娘是教舞蹈的是吗？我也可以。小娘子，既然没有在开玩笑，那不如跳一曲，在下也想见识一下小娘子的水平。这也是杨清河跟他来这里的目的，没有扭捏，直接应下了。这位小娘子是打算接替文娘的？莫先生，你没开玩笑吗？莫先生，在这里我主要教导书法跟对弈，这位小娘子该如何称呼呀？姓杨。那就麻烦杨娘子舞一曲，让我们看看你的水平如何。娘啊，你还真会跳舞啊！干嘛？你不信我？哥哥笨笨，娘什么都会。我没有不信你啊，现在的你这么厉害。蹴罢秋千，起来雍整纤纤手，露浓花瘦，薄汗轻衣透。剑客入来，袜滑金钗溜。何休走，倚门回首，却把青梅嗅。他选择跳的是古典舞《点绛唇》。杨娘子真是惊为天人呐！杨娘子跳得太好了，是我以貌取人了。请问娘子，你是从何人？刚刚跳的舞叫什么？我都要哭了。这一个个都这么夸张？太夸张了，太夸张了！这么一个大宝藏，莫有生自然不能轻易放过，直接问杨清河什么时候可以开始教学。莫先生，你也知道，我家村上来往之间并不是非常便利。如果说每天都要教学，我不行，我还有3个孩子要照顾呢。我相公外出找活不在家，我一个精力有限。这样的话，那你逢双的日子来行吗？杨清河爽快地答应了。最后经过一番讨价还价，他的月钱开到了3两半。爹，你怎么还不回来？谁？是谁在叫我？快回来吧，我们都很想你。到底是谁？回去？回哪里啊？赵少爷，赵少爷！简昭终于慢慢睁开了眼睛。你是谁？赵少爷，小的是太傅府的岳安。岳安是谁？我又是谁啊？赵少爷，小的这就去通知老夫人跟府医。赵少爷醒了，老爷、老夫人、大少爷、少夫人，赵少爷醒了。昭儿，我的昭儿啊，你可算是醒了。昭儿，听说昭儿醒了，派人通知少爷跟少夫人了吗？通知了，应该都在赶回来的路上。昭儿，你有哪儿不舒服吗？昭儿，是我的名字吗？你们是谁？我又是谁？昭儿，你什么意思？你别吓唬我。是啊，昭儿，你不认识我们了。我是外公，她是你外婆呀。外公，外婆。头又痛了，府医立刻上前查看一通。片刻后他说：赵少爷脉象虚弱，想来应该是昏睡了2个月，体力不足导致的。稍后我开个方子，每日按时进补就好。那他怎么会不认识我们？赵少爷受伤的时候伤到了脑袋，恐怕因此失忆了。失忆了？昭儿，什么时候能好呀？哎呀，老夫医术有限，无法保证，只能说先把身子养好了再看看。简昭听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他的身体，大概明白了自己的情况。昭儿没事，就是不幸中的万幸。至于失忆的事，慢慢来吧。表哥，你醒了是吗？你表哥刚醒，你叫什么？别吵着他。表哥，昭儿，终于醒了，太好了，北北泉下有知，
也能放心了。北北又是谁？见外甥一直不说话的样子，江山开始琢磨出不对劲儿了。超儿，这是怎么了呀？唉，老夫人叹了口气，把简昭失忆的事说了一遍。什么？失忆了？这怎么会呢？切不可贪心，昭儿能醒来已经是万幸，如果他能想起来最好，不能的话，他也还是我的外孙，我也会照顾好他的。可是小雨他们怎么办呢？江山想起还流落在外的3个孩子，更惆怅了。想到还不知下落的曾外孙，江凯也觉得事情变得很糟糕，必须马上找回孩子才行，拖下去恐怕会有危险。简昭在京的事是个秘密，那女人只知道刺杀失败，却不知道人已经被带回京救治。现在麻烦就在于知道孩子下落的人，除了他自己以外的都被抹杀了，包括那女人最信任的嬷嬷。小雨那边我再想想法子。小雨？对，小雨是你的孩子，叫佳雨，你有印象吗？孩子？我有孩子？小雨，佳雨，孩子。昭儿，昭儿，表哥。那你们乖乖的跟着先生，我这边结束了就来找你们，行吗？今早临近出门的时候，他才想到孩子们的去向问题，简佳瑶可以跟着他，那这俩大的可怎么办？于是他只好拜托莫有生，在他任教的时候帮忙照顾一下他俩儿子。莫有生毫不犹豫地答应了，并表示自己可以无偿帮忙教导他们，这可就是意外之喜了。杨清河高兴得合不拢嘴。好了，接下来这段时间我们好好相处吧。说起来，我还不知道你们的名字呢。这儿离京城这么远，没有人会认识他们的。我叫简佳南，我哥哥叫简佳宇。姓简？附近几个村好像没有姓简的大村，也许是外来户吧。看这几个小孩的样子，也不像是土生土长的村里人。不过简姓倒是勾起了莫有生一些尘封在心里的久远回忆。10年前我上京赶考，那年的状元就是姓简，听闻还是简相的嫡子。我那时候没考上，就跟着友人看状元游街。啊，怎么了？莫有生看着孩子们的脸色越来越难看，打住了话头。简佳宇摇摇头，简佳南却一副快哭了的样子。哎，别哭呀，怎么了？我有说错什么吗？莫有生想起来了，这2个孩子是听到他说简相的嫡子，开始脸色不对的。不会吧？当年的状元名冠京城，人人都知道他叫简昭，是清朝以来最年轻的状元。简昭、简佳宇、简佳南，记忆中的容貌跟眼前简佳宇的容貌重合。这孩子是……你干嘛？你们的爹是……关你什么事？简佳宇的态度恰恰证实了莫有生的猜测。可是我听京城那边传来的消息，说简相的嫡子下落不明，正在到处寻找。你们怎么……下落不明？什么下落不明？谁传出来的消息？这消息在京城就传开了，说简相的嫡子在乡下养病，莫名失踪，简相正在全国各地寻找他呢。哼，难怪爹会失踪，一定是那个女儿害的。哥哥，是他做的对吧？除了他还有谁？你们在说谁呀？兄弟俩都没理他，各自在心里琢磨。既然爷爷下令到处找寻爹，就说明那个女人失手了，爹肯定是躲起来了。现在谁也不知道她在哪。这么说来，她肯定还活着。楠楠，你放心，爹一定还活着。你是不是知道什么？怎么会突然提起10年前的事？这附近几个村子都没有姓简的人家，就是你们的姓勾起了我以前的回忆，我只是顺嘴说出来的，真没有其他想法。莫有生喊冤，简佳宇还是不怎么信他。莫有生又说：我发誓，我要是把你们知道的事情说出去，我不得好死。对于莫有生这样说，简佳宇稍微放下心来。哎呀，难怪夫人这么天生丽质又多才多艺啊！
简才子的夫人果然也不是一般人呐。杨清河来接两兄弟时，他们正跟着莫有生下棋。娘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有一会儿了。娘，我们回去吧，我好饿了。那你想吃什么？这样吧，我请你们一起去迎春楼吃一顿吧。感谢夫人帮了在下一个大忙，否则我都不知道该去哪里寻找这归属先生呀。不管简相的嫡孙到底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，现在打好点关系总是没错的。老板请客。是，不骗你。那就先谢过老板的好意了。杨清河没有多想，以为莫有生是真心想感谢他的帮忙。他真是受够了自己的破厨艺，早就想来县里的酒楼尝尝鲜，奈何口袋空空，一直没有机会。难得今天有人请客，必须好好的吃一番，犒劳一下他的胃。你们说这简相花了500两黄金买简昭的下落，这简昭到底是死是活呀？谁知道呢？在乡下养病突然失踪，怎么想都很可疑呀。你们说这简昭也是身为大清朝最年轻的状元，怎么不谋个一官半职，甘愿做相府的少爷呢？哎呀，这你们就不懂了吧？这简昭啊，其实早就秘密成为五皇子的禁卫官了，很多五皇子手下的事务都是派他去做的。你怎么知道啊？人人都知道，当年简昭一举拿下史上最年轻的状元，并在金銮殿上拒绝了天子入朝为官的提议，称自己无心仕途，只想做个闲散少爷。所以现在提起简昭，只会叫他简才子，并不会叫他简大人。这五皇子啊，身边的一个太监在喝醉的时候不小心传出来的，没过多久那太监就没了踪影。五皇子虽然已经尽力压下消息，但还是走漏风声，有一部分人知道了，所以啊，极有可能是真的。这简昭啊，一直都在夺嫡的这一趟浑水里呢。可不敢胡说呀，马兄啊，有些事情说出来可是要杀头的。莫有生看着眼前脸色难看的几个人，主动开口说：夫人，我租辆马车送你们回去吧。杨清河回过神儿，算了一下时间，这个时间二子叔早走了，便没有拒绝莫有生的提议。回想起刚才那3个人的对话，杨清河的脸色又沉了下来。看着娘的脸色，简家玉跟简家南不禁担忧起来。3个人操心的根本不是同一件事儿。杨清河想的是，为什么花500两黄金寻找简昭的下落，却只字不提3个孩子的下落？这只能说明下达这份寻找令的只能是那个姨娘。按照原书的剧情，简昭现在应该在太傅府外公家，估摸着也该醒过来了，不过是失忆罢了。能知道简昭失踪的，并且孩子平安无事的，只有姨娘。如果是简相下达的寻找令，应该是简昭以及3个孩子的份儿一起。简昭都失踪了，孩子还能平安无事？当然，最后一种可能也是杨清河觉得可能性最大的，就是简相跟姨娘已经是沆瀣一气，所以他们心里门儿清，自己的孙子孙女都还在乡下，却也不想着接他们回去，任由他们跟一个名声不好的后娘自生自灭。杨清河不禁又想到了原书的剧情，如果不是他过来了，这3个孩子，老大会被送给特殊癖好的员外，老2会被扔进深山老林，老3会被卖给青楼。本以为这个丞相只是对自己儿子没有感情，没想到他对自己孙儿也能如此狠心，真不是个东西。简家宇跟简家南想的则是，娘会不会发现了他们一直在骗他？明明有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爷爷，却让他自己辛苦赚钱养他们几个。想到这里，两兄弟都有点坐立难安。之前爹再三警告过他们，不许说出自己的身份，而且以前的娘那个样子，他们当然不会说了。现在不一样了，现在的娘很好，如果被他发现了，他们一直在骗他，会不会就不要他们了？刚才酒楼里那个人说的简昭名字跟你们爹一样啊。是啊，也不知道爹现在在哪里。他一定会平安无事的。咱们虽然没有500两黄金去寻找他，但娘跟你们保证，等以后我赚钱了，我一定找人打探你爹的下落。
这是真没把这2个人名字当成同一个人。我应该是蒙混过去了吧？杨婶子啊，大中午的出来散心呢。杨老婶瞥了他一眼，没说话。说起来还要恭喜婶子呢。恭喜啥呀？这老杨家要有什么喜事了？今儿我跟相公啊去县里迎春楼吃饭，看到清河跟一个男人也在那里吃饭。哎呀，那男的看着也一表人才，而且瞧着跟清河关系匪浅。这不，我就提前恭喜杨老婶，马上要多一个女婿了。哎呦，这迎春楼俺可路过好几次，瞧着就不便宜，俺都没敢进去。可不是，能去迎春楼的，这女婿条件还不错呀。要我说，大梅家的清河确实长得俊极了，十里八乡就说他最好看。说着，就有人扯到了杨老婶身上。大梅啊，这清河都能去迎春楼吃饭了，有没有孝敬你什么呀？那当然是有的，谁不知道清河最孝顺杨婶子了。一想到那贱丫头有银钱去县里酒楼吃喝，杨老婶就耐不下那口气。我有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杨清河，你就别想着安生。大梅这是要去干啥去？切，还能干啥？肯定是去清河家讨要好处喽。杨清河，你这小贱人，有钱跟野男人去酒楼里吃饭，没钱来孝敬老娘，你别不说话。杨清河，我告诉你，今儿你不拿点银钱出来孝敬我，我就在你家不走了。谁告诉你的？杨清河就纳闷了，他在县里吃个饭，这远在村里的老钱婆都能知道。你甭管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是……打住！你又想进祠堂了吗？你还有脸提祠堂？你这个天打雷劈的贱人，没良心的狗东西！不许你骂我娘！你别骂我娘！娘说好的。杨老太婆也没想到，这几个小贱种以前对着她可是屁都不敢放一个，现在居然还敢顶撞她，无法无天了。她怒气冲冲地把简佳宇拉扯到一旁，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小贱种，手也毫不含糊地扬起，直冲他的脸招去。我警告你，你今天要是敢动他一下，我让你走不出这里。娘，他打我。他也实在是受够老杨家这隔三差五来找麻烦的行为了。杨清和火速开门进了厨房，没多久他就拎着一把砍柴刀出来了。你想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？你说呢？你再来我家闹，我就拎刀去你家跟你们拼命。我一个人的命换你们一家子，不亏。说完，把柴刀扔向了杨老太婆。杨老太婆的双腿一瞬间泄力，跌坐在地上。今天的事，你要是敢去村长那告状，我就是被赶出村之前，我都会拖你们下水。不信试试？杨老太婆没有点头，也没有说不。不过看她这个样子，是没有胆儿跟杨清河硬碰硬了。她也不管还瘫坐在地上的老钱婆，带着孩子们就进门了。娘太厉害了，刚才的你就像个英雄。简佳宇也在一旁点头。大英雄。谢谢你们站出来保护我，你们才是我的英雄。喂，他是怎么知道我们在酒楼吃饭的呀？还用想，肯定是有人管不住自己的嘴巴。关于这个人，我已经猜到是谁了，这事儿我必须讨回来。晚饭后，杨清河拢了件比较厚一点的外套，就打算出门了。娘，你要上哪儿去？去村长家。我陪你去，大晚上你一个人我不放心。我也要去。娘，我也去。本来他就打算自己一个人去的，但是听到大儿子这么说，他心下一暖，便同意了。我说哥哥能去。哥哥是怕娘不安全，你陪瑶瑶在家好不好？瑶瑶一个人我也不放心，要拜托你了。那不能明天再去吗？我们一起去。这事儿必须今天解决，多人一天我都受不了。看着他娘一脸认真的样子，简家南也不闹小脾气了，乖乖答应会在家好好陪着妹妹。你怎么知道村长家的人干的？除了何美凤，我想不到其他人了。首先能去县里酒楼吃饭的人就不多，大部分村民是不舍得花这个钱的。其次，我们是坐在1楼的角落里，那么那人一定是从2楼下楼的过程中看到我们的。所以能在酒楼吃饭又是在2楼包间的只有
是，只有长期在县里读书的杨世宝。但是杨世宝是一个大男人，应该不至于去告状这么小家子气。那么只剩下……说话间儿，他们也到了村长家。杨清河上前敲门，好巧，开门的正是何美凤。你来干什么？不是来找你的，你让开，我要进去。清河呀，你怎么来了？这不特地来看看婶子，听闻上次我娘来这大闹一通，我真是……唉。清河有心了，少装模作样了，要真有心，现在才上门道歉。这不是最近太忙了，要养家糊口的，耽误了时间。都怪我们几个太小了，什么都做不了，辛苦娘了。你也少说几句，谁都不容易。村长说能理解我，清河真是感激不尽。对了，要说到孝顺，还是婶子的儿媳最孝顺呢。门外的何美凤大惊，果然她就知道这个女人是冲她来的。娘，洗澡水放好了，你要去洗澡吗？村长一脸不赞同地看着儿媳妇儿，这还有客人在，洗什么澡啊？娘，我们还是回去吧。你好容易有空来一趟，看着好像打扰村长爷爷一家了。被一个小孩这么一说，村长那好面子的劲儿又上来了。急什么？这还有客人在呢。何美凤一听简直想哭了，就是因为她在才不行啊。杨清河赞赏地看了大儿子一眼，这可真是个小机灵鬼儿。眼看着时机差不多了，说起来今儿真是巧，我居然在迎春楼见到了杨大哥跟美凤妹妹。在迎春楼看见宝儿跟美凤，那是挺巧的。可不是吗？说起来杨大哥跟美凤妹妹夫妻关系真好呀，杨大哥居然带美凤妹妹单独去迎春楼开小灶，要的还是2楼的包间，可真是浓情蜜意。是，宝儿夫妻关系是挺好。村长似又想到了什么，问：你怎么会去迎春楼吃饭呀？是跟一个男人一起吃饭吧？是啊，这不我在县里找了个谋生的伙计，老板人好，看我一个女人带着孩子不容易，就请我们去迎春楼开开眼福。好好干，清河，日子会越来越好的。是，我也是这么想。也不早了，我看婶子没事儿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哦，对了，婶子，这迎春楼的伙食还是可以的，下次叫杨大哥带你去吃啊。哎，不过一去县里就是一早上，也不知道会不会耽误杨大哥温习功课。跟村长道别以后，他便带着简佳宇走了。只是刚出大门，就听到身后传来杯子摔碎的声音，以及何美凤那凄惨无比的尖叫。不枉此行。娘，你一晚上的话都是在为最后一句话做准备吧？你怎么知道激怒村长夫人会有用啊？你要学会多观察他人，比如说村长夫人，在他眼里他儿子是最好最宝贝的，没人能配得上他儿子。今天出去吃饭，杨世宝不仅没有带他这个老娘去，反而还耽误了温习功课。你觉得他会放过何美凤？在他看来都是何美凤的错。简佳宇若有所思。哎呦，别想了，快走吧，冻死我了。我数到1我们就跑，看谁先到家。啊，你又耍赖。不用着急，顺其自然便好。舅舅希望你能平安就好。舅舅，我的3个孩子都是什么样的人啊？孩子呀，实话说，我只见过佳宇，佳宇跟你长得很像，是个聪明的孩子。那我的妻呢？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。如果不是他，你也不会变成这样。赵儿啊，一切等你自己慢慢想起来吧。太多的舅舅也不知道，我就不多说，影响你的判断了。妹子，快跟我走！孩子们也跟在后面跑。婶子怎么了这是？你跟我说说。哎呦，妹子，我等你好些时候了，草根爹那个渣仔又派人来了。奶奶，我跟你们拼了！一进门便看到草根奶奶跌倒在地上，草根被一个大汉掐着脖子举了起来。放开我！嘿，小杂种，敢打老子！老子！
臭婊子，你敢打老子？哎呦，这小娘子长得可真水灵啊！不如……奶奶，你还好吗？奶奶，别担心，草儿，奶没事。快跑啊，简娘子，你别牵扯进来。哼，今天谁都别想走，尤其是你，小娘子。看你这么年轻，没想到已经有了3个孩子呀。成亲了也没关系，别有一番。哎呦，贱人，给脸不要脸！2个大汉顿时怒了，拿着棍子的那个举起棍子就朝着杨清河打去。只见杨清河后退一步，身子微微倾斜，抬脚踢飞了大汉手中的棍子，随后又轻身上前，单手持棍，用手肘向他下巴处打击。趁大汉痛叫之际，回身一个利落的过肩摔，所有动作一气呵成。大汉躺在地上，一时半会儿起不来。杨清河抓住机会，扔掉棍子，双手握成拳，快速对另一个大汉肚子进行打击，直接把他打到吐出血来。2个大汉倒在地上惨叫不已。这简娘子原来这么厉害吗？还打吗？姑奶奶饶命啊！是我们瞎了眼，对您不敬，我们再也不敢了。快滚！以后我见你们一次打一次。2人慌不择路地互相搀扶着离开。娘太厉害了，像戏文里那些女将军一样。草根直至现在都觉得不可置信，简娘子打架居然这么狠。哎呦，妹子你可真厉害，居然把2个大男人都给赶走了。草根吓得脸色刷白。杨清河推开他，跟婶子上前，只看了一眼便说：马上去把村里的赤脚大夫叫来，要快。奶奶刚被推倒的时候意识还是清醒的，还能跟草根进行对话，后来没过多久就突然晕过去了。因为害怕受到2次伤害，所以没敢挪动她分毫。2次伤害这个词儿倒是第一次听说，这清河丫头难道还懂点医理？大夫，奶奶她没啥事儿吧？怎么，老朽的医术你还信不过？那哪能啊，我这不是关心则乱吗？哼，关心则乱，老朽看你冷静得很。白了杨清河一眼，周大夫拿出一粒药丸给奶奶服了下去，说：没什么大事，跌倒的时候也没磕伤脑袋，就是身子骨太虚弱了，又气急攻心，一口气没顺畅就晕倒了。草根一听，悬着的心瞬间落下了，只要没有大事就好。那身子骨太虚弱，这药丸是我自己做的，补气血的，以后每天早晚1粒。大夫，一共多少钱？算了，这乡里乡亲的就不收钱了。草根没说话，直接跪下给周大夫磕了个头。干啥呀？你这孩子，医者仁心，你这是让老朽折寿啊！谢谢大夫。奶奶没事就是万幸了。哎呀，我们周大夫真是当世名医，悬壶济世活菩萨。小雨拉一下。什么事儿？这些你去给草根送去，还记得路吗？记得。早去早回哦，路上注意安全。奶奶，您怎么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您有什么事怎么不叫草根来喊我呢？身子好些了吗？好多了，老婆子身子骨硬朗得很。那就好。颤颤巍巍地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，递给杨清河，里面是一只银镯。奶奶，您这是？这个镯子是草根他爷爷送给我的定情信物。他爷爷以前开了家包子铺，我呢是隔壁肉摊贩的女儿，这一来二去的就看对眼了。看对眼后，他就送了我这个镯子，既是定情信物，又是彩礼。那时候还在跟邻国打仗，远没有现在的安宁，所以我们也不讲究什么礼节，两家人一起吃个饭，就算是成亲了。成亲后我们过得非常幸福，我本以为啊，一辈子都会这样过下去。后来战火蔓延到我们住的地方，
大家开始四处逃命，走散了的家人亲戚，不是死了就是失踪，再也没见到过。我们一路逃到了一个北边的小镇，暂时在那安置下来。某一天我发现有喜了，他爷爷呀高兴得不行，拉着我傻笑了一晚上。我们都以为日子会这么平平淡淡过下去时，战争愈演愈烈，战士伤亡惨重，天子下令强制征兵，他爷爷就这么被抓去了。我满心期待地等待他回来，却等到了他尸骨无存的消息。大受打击之下，动了胎气，孩子提前出世。我因为难产，差点没挺过去，所幸上天怜悯，终是不肯看着我儿一出世便没了爹娘。后来我带着孩子兜兜转转，换了好几个地方落脚，同时战争也慢慢平息，新天子登基执政，一切都在变好。后面的话不说，杨清河也猜到了，无非就是好容易独自拉扯大的儿子娶了媳妇儿，生了孙子，本以为能和和美美的过日子了，却不想儿媳妇儿难产没了，儿子又是个混不吝的，只留下孙子一人跟他相依为命。奶奶，这次一定会变好的，你有草根这么听话懂事的孙子，他不会像他爹这样的。你说的对，草根是个很好的孩子，你帮了我们家很多，老婆子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你的，这个你就收下吧。哎，不可以，这个太贵重了，奶奶，我帮你们并不是想要什么回报。丫头，你是个好姑娘，老婆子活了一辈子，自认为看人还是比较准确的。奶奶，您是什么意思？你这孩子想什么呢？就是感谢你对我们家的帮助，这个镯子你必须收下，否则老婆子呀就只能给你磕头了。磕头？那哪能啊！奶奶没再给他拒绝的机会，把镯子装回布包递给了他。奶奶，这个我就当暂时帮您保管，以后需要了我随时可以还回去。奶奶笑而不语。送奶奶出门的时候，杨清河是打算给她送回家的，但是被奶奶坚定地拒绝了。她说想一个人静静。丫头，其实我这一生没有后悔过，不管跟他爷爷成亲还是生下他爹，草根啊是个很好的孩子，他不该遭受这一切。那个镯子你拿去卖了吧，卖的银子都给你，草根以后就麻烦你尽量帮他一把。杨清河觉得有点奇怪，还是回答：有需要我的地方我一定会帮忙的。谢谢，对不住了孩子。奶奶的背影还是那么瘦小，一如杨清河第一次见她那样。奶奶，我来做就好，你要多休息。哎呀，乖孙儿啊，奶奶没事。吃过早饭后，奶奶提议要去县里一趟，草根十分不解。奶，你有什么想买的吗？你这身子骨就别去了，等开春了我再陪你去。这些衣服穿不了了，想拿去县里找人补补。奶奶，要不我帮你拿去吧，我知道在哪个地方。草儿，你就让奶奶去吧，我的身体真没事儿。草根犹豫了，他知道帮奶奶缝补衣服的老姐妹跟他关系非常好，想着他也许是想跟老姐妹叙叙旧了。再看着奶奶最近憔悴了不少的样子，草根咬咬牙同意了。反正有他在，他仔细多照看着点奶奶就好了，想来也不会有其他的问题。祖孙俩人准备了一下就出门了，他们没钱坐牛车，只能自个儿走着去。好在以前都走习惯了，倒不是什么难事儿。到了县里，奶奶脚步顿了顿，随即很怀念似的提起了以前来县里吃过的肉包子，感叹着
不知什么时候才有机会再吃一次。奶奶，我有钱，我去买给你吃吧。谢谢我的乖孙儿。奶奶，你在这儿等我，我去给你买。草儿，慢点不急，奶奶在这儿等你。怎么了，奶奶？是不是哪不舒服了？没事儿，就是奶奶好久没抱你了。去吧，我在这儿等你。嗯。草根转身朝包子铺跑去，奶奶看着他的身影渐渐消失在视线里。对不住孩子，对不住了。奶奶抬脚拎起草根放在地上的包裹，朝另一个方向走去。跑去买包子的草根越想越不对劲儿，总觉得今天的奶奶有些奇怪，说什么想抱她一下这种话。还有，奶奶平时是最节省的，怎么会说出要吃肉包子这种话？大意了，他立刻原路返回。等到了地方，空无一人的街角验证了他的想法。奶奶，奶奶你在哪？快快快，听说有个老太婆被撞死在汉才楼门口了。对，听说是控诉他儿子不孝顺，不仅想抛弃儿子，连老娘都要抛弃。是的，还说他骗了掌柜的女儿，说他早已成亲生子。接下来的话杨清河没有仔细听，他只觉得自己脑子轰的一片空白，抛弃儿子，抛弃老娘，加上骗婚，以及昨天的那场谈话，草根奶奶告诉我潘才楼在哪儿？莫有生心下了然，怕是那个自杀的老妇人跟他认识。带着你弟弟妹妹进屋等我们，我带你娘过去一趟。奶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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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奶奶，大娘子，奶奶的。我知道，不怪你草根，这不怪你。他不敢再多看一眼奶奶的仪容，悔恨莫及的又制止草根。自己也是一样的，昨天奶奶那么明显的不对劲儿，他硬是一丁点都没看出来。你们掌柜叫什么？小人家酒楼的掌柜姓周，叫周大成。果然，杨清河又问：原来的掌柜是谁？原来的掌柜姓刘，茶楼的周老板把茶楼卖了，凑成了聘礼，娶了刘掌柜的女儿，然后就在这个酒楼任职掌柜的。刘掌柜也回去颐养天年了。是他害死了我奶奶，我要跟他拼了！住手！草根被他充满寒意的嗓音定住了，只是死死地盯着酒楼的大门。莫先生，麻烦帮我去县衙击鼓鸣冤，就说盼才楼的掌柜周大成弃养亲儿，不孝长辈。我听到那个老妇人说的了，他就站在门口大喊：周大成，你这个猪狗不如的东西，你不仅不认草儿，你连我都不认了。哎呀，真没想到这周掌柜是这种人。不是说他父母早亡吗？感情都是骗人的。莫有生听了什么也没问，直接推开人群往县衙去了。周大成呢？我看到他往家里去了。想跑，做梦。没过多久，莫有生就带着县衙的人来了。仵作上前验尸，证实了奶奶是撞墙而亡。奶奶临死前说的话，围观的百姓里有人可以作证。关于周大成的弃养，对老娘亲儿不闻不问，还隔三差五派人上门威胁恐吓，这些都有人可以作证。想了想又补充道，如果有需要，我可以把上次那2个去奶奶家找茬的人找出来作证。周大成现在在哪儿？回大人，小人看到他往家里的方向去了，他家住在西街第10户人家。衙役一听，叫小儿给带路，二话不说叫人跟上，得趁周大成逃跑前把人抓住了，以防万一。莫有生打了声招呼，也跟着去了。奶奶也被人抬走了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让奶奶枉死。草根已经止住的泪又流了下来，一个陌生的人都可以为他做到这个地步，
他的亲爹却巴不得他死，真是太讽刺了。干嘛呢？慌慌张张的。小杰呢？午睡呢。我说你干嘛啊？收拾东西干嘛？我问你话，到底怎么了？少雅，我对不起你呀，我骗了你，我不该骗你。到底怎么了？你说呀，你说出来，我们一起想办法解决。周大成只是不停地摇头，跪在地上只知道哭了。刘少雅还想说几句什么，家里的大门就被人一脚踹开。你们干什么？怎么能强闯民宅？夫人，犯人周大成弃养至亲骨肉，还差人对他们进行威胁恐吓，导致老娘撞死酒楼门前。来人，给我把他抓回去，关进大牢，择日再审。等等，你们在说什么？什么至亲骨肉？他们什么意思？你不是说你父母双亡了吗？还有骨肉是什么意思？周大成低头不敢看向刘少雅的眼睛。你说呀！到了最后，周大成还是没能像个男人一样，他连一句道歉都说不出口，只选择了逃避。带走！官兵们抓了周大成，完成任务便相继离开。娘，你别哭！真是造孽呀！你一定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对不对？能不能告诉我？莫有生看着他失神的双眸，又是长长的叹了口气，而后一五一十的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他。刘少雅听了以后，浑身上下都在颤抖，他慢慢的用手捂着嘴，恐惧、悔恨、难过等情绪在他身上轮番上演。他居然被骗了这么多年，居然一丁点都没有察觉。他也是帮凶，他的儿子呢？是不是也是帮凶？如今看清了他的面目也好，忍得一直被蒙在鼓里。简娘子，今天谢谢你了。我以为你们已经走了。怎么去了这么久？那边什么情况？唉，一言难尽。莫有生把在周家的所见所闻都说了一遍。也是个可怜人，那个周大成忒不是东西了。什么时候公开判案？听衙役的意思是择日宣判，具体的还不清楚。你先回去休息，这几天没什么事别来了，有消息我会让人通知你的。杨清河点点头，突然想到了什么，把莫有生拉到一旁，悄悄问：哎，你知不知道附近哪里有棺材铺？有，而且那家价格绝对公道。堂下何人？状告何事？回大人，草民周远离状告我的亲生父亲周大成弃至亲骨肉不养，还时常派人去恐吓威胁我和祖母，把祖母逼至绝境，以死来揭穿周大成的真面目。真是岂有此理！周大成现在何处？回大人，周大成已于数日前被押入大牢了。给本官带上来。没过多久，周大成便被押送上堂。儿子，你救救爹，是爹错了，爹一定改，你原谅我一次呀！大胆！犯人周大成竟敢蔑视本官，在公堂上大喊大叫！来人，抓出去大打10大板！是。不要啊，大人，我错了，大人饶命啊！周大成在挣扎中被拖了下去，不一会儿便传来了周大成的哀嚎。草根依旧面无表情。10大板后，周大成被拉了回来，水火棍的威力不容小觑。10大板后，周大成整个人都虚了。犯人周大成，你亲儿周远离状告你弃养罪、威胁恐吓罪，还有造成你母亲死亡的罪，你认不认？大人，误会呀，都是误会，我没有弃养他，也没有让人去威胁恐吓，可没有逼死老娘啊！你还不承认？我都是误会。哦，那你说说怎么个误会法？我儿从小身体变弱，算命的师傅说只能在乡下养着才能活下去，我就把他送到了乡下。我老娘是心疼他，就跟他一起去了，可不是我赶的呀！威胁恐吓更是无稽之谈。
我凭什么就只能让人替我去探望他们？至于我娘为什么撞死，求大人明察呀！草民也想知道他老人家真正的死因啊！胡说八道了，周大成，你老娘死前可是把你的罪状都说了，我们好多人都听见了。我怎么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说呀？许是他怨恨我这么多年没有时间去看他呢。公堂之上不容吵闹，周远离怎么看？他撒谎！你说我说谎？你又有证据能证明我做的那些事吗？杨清河勾唇一笑，就防着他这招呢。他对莫有生使了个眼神，莫有生了然。大人，草民有人证。县太爷微微皱眉，周大成则是看见这俩人，吓得大惊失色。怎么会？既然是人证，那就把事情说清楚。那两人没想到还能被抓住，迫于形势，只能一五一十的把周大成是怎么买通他们，要求他们怎么做，事成之后给多少银子，都说得一清二楚。他们说一句，周大成的脸色就难看一分。等全都说完了，周大成也面如死灰了。人证俱在，他就是想狡辩都没用。县太爷冷笑一声，惊堂木一拍，当堂宣判：犯人周大成为人子不尽孝道，为人父不尽责任，还因己私欲，企图杀害至亲骨肉，虽未得逞，行为也足够恶劣。此事成为逼死亲娘的最后一根稻草。现在此宣判，周大成杖责100，打入天牢，终生不得放出。剩下2个混混也各判20大板，押入牢狱，关押1年。一切都已尘埃落定。你以后有什么打算？不知道，活一天就是一天吧。你有认识书坊的人吗？书坊？有我爹的好友在私塾附近开了一家书坊。你要买什么书吗？是画本故事吗？你还会写故事？你别管，就问你有没有这方面的人脉，我来写故事。你可以作为我的对外发言人，全权代理我的一切事务。赚的银子我们4、6分，你4我6。什么叫对外发言人呢？还有什么叫全权代理？意思就是我来写故事，但是呢，我不想暴露我的身份。你就是在我隐藏身份的时候出来帮我处理事情的人。除了写故事，以后有其他的，我们也可以一起合作。懂了，夫人想赚钱，但是不想让人知道她是简昭的夫人。没问题，交给我。行，我就知道你是个信得过的。纸我自己买好了，借套笔墨给我，我写好了送过来给你过目。你看行的话，就拿去跟书坊谈。夫人，这都是你写的？不然呢？简夫人真是太厉害了，写故事都这么有水平，这比市面上那些酸文俗物好太多了。夫人，你放心，这事儿我一定给你办好。莫有生拿着杨清河写的故事来到了丁河书坊，这就是他爹那老朋友开的书坊。这丁老头啊，是个迂腐又固执的人，在别的书坊都已经签了各种画本先生的画本，生意不说红红火火，也算是略有进账。唯独他一天端着清高的架子，不仅不主动签下画本先生，还对人家嗤之以鼻，导致整个兴安县的画本先生都放下狠话。这丁河书坊迟早关门，不信走着瞧。这不，确实是在关门边缘徘徊了。莫有生拜托老爹跟自己一道上门拜访丁老头，把来意跟丁老头说了一下，话都没说完，丁老头便拍桌哼道：别想了，哎呀，我是不可能签那些酸先生的画本的，不务正业。老丁啊，你这老东西还是这么固执。林峰也是想帮朋友一个忙，而且就是让你签一个画本先生的事，不妨碍什么。是不妨碍，但是那种酸文俗物有什么可看的？莫有生头疼，要不是他认识的人中只有这老头是开书坊的，真不会来找他。老叔呀，咱不说这么多，你就当帮我个忙成吗？丁老头不作声，明显的不同意。老丁啊，你说咱也这么多年的交情了，帮我儿子这个忙如何？你这书坊眼看也快开不下去了，兴安县的画本先生都与你结怨，
难得有个新的画本先生愿意跟你合作，还是你想看着书坊彻底关门？你什么意思？你盼着我的书坊倒闭吗？我可没那个意思。你也知道，现在各类画本都非常受欢迎。就说离你2条街距离的那家书坊，一度也是要关门了，还不是因为他女儿死马当做活马医，接连写了好几个画本，才挽救了他的书坊。丁老头沉默了，似是在思考莫老爹的话。实话告诉你吧，林峰的这位友人可是京城来的大才子，人在京城写的画本可受欢迎了。要不是你是我老友，这机会才不给你呢。我怎么不知道？我友人这么厉害？丁老头渐渐开始动摇，他这辈子一事无成，管理一个小小的书坊都做不好，但无论如何不能让书坊倒在他手上。行吧，看在我们认识多年的份上，我就为你破例一次。莫有生悄悄翻了个白眼，不管怎样，事情总算是谈妥了。丁叔，我拿书稿给您过目了。丁老头没有搭理他，默默接过他手中的书稿，低头阅读了起来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后方传了一声：妙啊，妙啊，写得太妙了！我能见见这位先生吗？这位先生怎么称呼呀？他不喜外人，不过称呼我可以告诉你，他叫姚南雨。所有的画本先生都有自己的笔名，杨清河给自己想的笔名就是姚南雨。丁老头一听有点失望，转念一想，别人是京城来的先生，有点癖好也能理解。老叔啊，这下可以签了吧？老头子，我这就可以拟写契约，你是拿回去给先生签，还是我可以代替他签？你不会是骗我的吧？这真是你友人写的？嘿，你还不信了？那我换一家吧，也不麻烦你了。别，我就是随口一说嘛。之后丁老头便老老实实的去拟契约了，拟好以后拿给莫有生过目。莫有生仔细看了一眼，大致就是姚南雨先生的画本独家签于丁和书坊名下，所得分成3/7份，姚南雨7，丁和书坊3，没什么问题。这个分成算是比较大方了。丁老头是真的很看重这位先生。莫有生利落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，并且按了手印儿。先生，这是多久交一次稿呀？这个我就无法保证了，只能说先生只要一出稿，我马上给你送过来。行了，我没问题了，你走吧。啥意思这是？赶紧走，我要去找印刷店印刷了。你好，您想要什么布料啊？能拿棉布给我看看吗？这些啊，都是江南那边的供货商供应的，绝对是独一无二的。您可以摸摸看这手感。掌柜还在喋喋不休地介绍，杨清河倒是一句都没有听进去。他一脸嫌弃地看着那一堆布料，满眼都是不可置信，太难看了，这些个颜色也太难看了。考虑再三，杨清河还是放弃了买布料的想法。他跟掌柜的道谢，说自己还需要再考虑一下。等等，他脑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，这里的布料颜色都这么难看，那染布、漆布也是一种赚钱之道，如果能做出来，简直可以想象会引起多大的疯狂，一定会掀起一股热潮。想到这里，他马上带着孩子们离开了布料坊。这个事情啊，得回家好好琢磨琢磨。所谓知己知彼，杨清河下一步打算去染坊参观一下。至于染坊在哪儿，那就得找老伙计莫有生带路了。你要是再不来，我就要去找你了。这笑得一脸猥琐是想干嘛？你还记得你写的画本吗？对。怎么样了？销路还行吧？何止是还行啊，简直是掀起了轩然大波。夫人，你不知道啊，现在是供不应求啊。这也是杨清河意料之中。想到此行的目的，杨清河打断了还沉浸在画本里大卖兴奋的莫有生，说道：兴安县一共几个染坊？你想干嘛？你猜？兴安县一共有2个染坊，一东一西。莫有生带杨清河去的是西边那个。有什么事啊？非染坊的人不得进入。
我们兄妹是做布匹生意的，听闻你们染坊的布料最好，打算参观一下。我做不了主，我得进去问问管事，你们在门口等着吧。夫人，你就告诉我吧，你到底打算做什么呀？他真是好奇死了，一路上都忍不住打听，偏偏杨清河嘴巴很紧，愣是半点口风都没透露。你真是藏不住事，什么都写在脸上。你告诉我，我保证不再烦你。杨清河刚想说什么，那守卫出来了，身后还跟着一个约莫45岁的中年男子。鄙人姓钱，是这家染坊的管事，二位前来是有何事？杨清河无语，这老狐狸明明都知道他们的来意，还要多此一举问一遍。莫有生倒是不恼，把先前对守卫说的借口再说了一遍。钱狐狸啊了一声，又问：请问二位是来自哪里？请见谅，想装成商人进染坊打探我们秘方的人太多了，不得不谨慎些。非常能够理解，像我们做生意的最怕的就是碰上各种探子，真是防不胜防。我们兄妹是来自隔壁县的，家中条件尚可，便想着做点小生意。我俩一路打听着，便打听到了你们这里。良才县，哎呀，这巧了不是？我也是那出来的。敢问郎君是住在哪一块？说不定我们是邻居呢。这钱狐狸也太谨慎了吧！好，我住在龙江上的上游一带，真是太巧了，能在这里遇到老乡啊。是可巧，我住在3里街附近。既然是老乡，那我便不怀疑了。走吧，我带你们参观一下。其实说是参观，也就是只能看染布的现象，更多的也不会给看了。他仔细数了一下，15个染缸，一共有5个颜色，估计原料是某种矿石，所谓的秘方估计就是挖掘矿石的渠道。可是这里的矿石原料不够纯净，这个朝代的人呢，也没有将原色混合，从而得出渐色这种想法。这空白的商机，他要是牢牢把握住了，不说富可敌国，衣帛食肉是没问题的，他心里有数了。钱兄你放心，你们染坊的布料绝对算得上是上乘。我们兄妹回家跟父亲商量一番，要是没问题的话，肯定跟你们染坊合作。那感情好，这到时候合作了，我们哥俩好好出去喝一杯。临走前，杨清河问了一句：钱管事，你们都是用什么固色啊？这位姑娘不知道吗？在本国都是有一种叫和铁的东西固色的。和铁？杨清河仔细品了一下这2个字儿，露出了一个十分灿烂的笑容，对钱狐狸道了谢。看不出你这人交际能力挺厉害。我都这么帮你了，你总该告诉我了吧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染布。什么？从染坊离开以后，杨清河就去布料坊买了许多不同材料的坯布，准备开始着手试染。娘，你还会染布，太美了。杨清河笑了一下，能达到这样的效果也是出乎他的意料。娘，这是什么颜色？这叫靛蓝色。娘，好看的，喜欢。是吗？这个叫丁香紫。你们说这个颜色的布料拿去卖，会不会有人买啊？我以前住在老家的时候都没有见过这种颜色的布料，娘若是拿去卖，一定会非常受欢迎。娘，原来那些草根果能变出这么好看的颜色吗？我以前从来都不知道。铁娘子真是太聪慧了，什么都知晓。碰巧吧，我就想着试试，没想到居然能成功。娘，这些颜色都太好看了，我以前从未见过。你喜欢吗？娘太厉害了。目前一共染出了7种颜色的布料，他一个人的能力有限，如果说有大量的人力物力，那又是另一回事了。杨清河打算明天带着这些染好的布料去跟莫有生商讨一下，等攒够银子，我们搬来县里，好不好？可是娘，搬出来以后爹回来找不到我们怎么办？不嘛，娘，我们不搬。可是住在村里，说不定老杨家的人还会来找我们麻烦哦。想到老杨家的人，2个孩子闭嘴了，能远离老杨家的人也是他们的愿望。好了，到时候我们可以让人给他传话吗？再说了，等到他恢复记忆找过来，还有半年以上的时间，根本就不急。这事儿开春以后再开小会讨论吧。
等到了一方，杨清河看见莫有生正跟一个年轻姑娘谈话，他识趣的没有过去打扰。刚刚那个是新来的舞蹈先生，我想着你应该不会再回来了，就另请了人。抱歉，这是我。杨清河话还没有说完，就被莫有生摆摆手打断了。这都是你染的，我的姑奶奶，你可真是个神仙呀！这些都是你自己弄的？是啊。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从前朝开始，颜色固定就那么几种，你是怎么染出这些颜色的？不经意就发现的。你想干什么？你说。我想开个染坊，自染自销。你让我回去好好想想，我需要考虑一下怎么做。这些布你拿着吧，想好了就去村里找我。顺便给你一个建议，不要让太多人知道哦。莫有生点点头，他懂。金鹤加一。娘亲，有人敲门。小雨，你去看看是谁，别开门。是杨家的人就当做没听见。娘，是莫先生。你想好了？我发现你不管做什么都从不避讳他们。为什么要避讳？我们是一家人，有什么瞒着他们的必要吗？抱歉，我并无恶意，只是好奇，关于自染自销，你有没有完整的计划？如果需要开染坊，前期需要投入多少银子？我这几天也找了牙人，走访了一些待租平的旧工坊，价格基本在50两上下。50两？银子问题不用担心，我这边可以拿出，夫人负责提供染料的配方就好了，收成的事我们可以5-5分成。悉数入股？对，我怎么忘了这茬？什么叫入股呀？这不重要。你的意思是你能拿出这笔银子，我出配方，收成的话5-5分，对吧？莫有生点头。那工人怎么办？可以从牙婆那里买人呢，卖身契在我们手上，他们肯定不敢乱说话的。进货渠道呢？胚布要从哪里买？先说好啊，我不会织布。这个你放心，有个专门倒卖坯布的人，我已经跟此人见过面了。不是我自卖自夸，我们的布一旦问世，必定会引起哄抢，这等于是断了他人的财路，那些人必定不会放过我们。这就是最大的麻烦，如果发生了什么事儿，很可能报官都没用。有一个人或许可以帮我们。谁？建平大长公主要回京探亲，期间会经过千城郡暂时休息几天，如果能寻求她的庇护。等等，你从头说起，这个建平大长公主是谁？你不知道建平大长公主？看来是个很有名的人了。杨清河无奈，可是原主的记忆里完全搜索不到这个人的任何事迹。建平大长公主是前朝唯一的公主，当今圣上的亲姑姑。当年我们跟邻国常年交战，双方都疲惫不堪。当时长公主作为副将跟随出征，一日在双方交战火热之际，邻国的将军喀什王子注意到了公主。大丹国崇尚勇者，喀什王子被公主愈战愈勇的气势所吸引，当即宣布休战，带兵退回40里地，便向先皇提出要娶求公主，代价是归还所有的城池，每年定期上贡粮食1万担、金马1000匹、黄金1万两，以及各种珠宝首饰等，并以这草原神的名义起誓，500年内不得进攻大兴。当时也实在是打不下去了，公主也愿意和亲，以换取这两国的和平友好。公主有一个世人皆知的爱好，就是她喜欢各种漂亮的衣服。传闻公主出嫁时，百里红妆里有一半都是各种布料，为的就是满足公主随时可以做漂亮的衣服。大丹国基本上没有矿石原料，他们那里的植物倒是相当的丰盛，所以在染布这一块上比大兴差远了。你是说，只要我们能得到大长公主的庇护？这长公主是这么好拉拢的吗？说的倒是简单，未尝不可一试。长公主会在千城郡休息一段时间，你只要能让她见到你的布料，一切便成了。杨清河还是觉得不妥，这公主是这么容易见到的？别回头一个不小心，他得罪了公主，来个杀头之罪。莫有生看着杨清河的表情，没有继续说下去，转而说起另一件事。新安县的2家染坊，东边那家坊主叫做杜元生，他的姐姐据说是嫁给了千城郡的太守，此人得不到便会毁掉，是个心狠手辣之人。所以啊，到时候最先找上门的一定是杜元生。各位街坊邻里，小店今日开业，欢迎各位前来捧场啊！
凡是进店的顾客前100名，无论是否购买，都免费赠一份小礼品，先到先得，送完为止啊！谁是这儿的掌柜呀？请问有何贵干？你就是掌柜，请问有何贵干？哼，倒是有几分胆量的后生。我们家主请掌柜的去府上一叙。你们家主是？我们家主姓杜。莫有生了然，这是同行找上门了。先前说过，兴安县一共有2家染坊，一东一西。西边那家历史悠久，而东边那家呢，资历虽不如西家那边雄厚，但据说是有背景的。那就叨扰了，还请带路。等等，我也一起去吧。老先生不介意多一个人吧？不是，你去干嘛？兄长此话何意？青青早就听闻过杜老爷的名头，难得有机会得以窥见真容，青青可不想错过，便斗胆自荐了。莫有生便知道劝不住了，这一趟啊，他是非去不可了。哦，这位青青姑娘原来是想见我们家主。是，听闻杜老爷乐善好施，青青早就想见一下他了。既然青青姑娘是掌柜的妹妹，那便一同前往吧。家主知道你这么崇敬她，会很高兴的。这个杜元生连1天都忍不了。这个人就是这样，等下他肯定会威逼利诱。唉，杨清河叹气，如果他们受到威胁去报官，想必也没有任何用。2位请先喝茶，我家家主马上就到。不一会儿，外面传出厚重的脚步声，以及一个浑厚的嗓音说：欢迎2位来到我杜府做客。2位怎么称呼呀？在下莫凌风。我是莫青青。我听说呀，这莫公子的布料坊今天才刚开业，就已经传遍了整个兴安县啊。是啊，我也听说了，人人都在讨论呢。杜老爷过奖了，不过是承蒙乡亲们的厚爱，这算不得什么。哎呀，算不得什么，莫公子可真是太过谦逊了。太祖时代都没解决的问题，莫公子解决了。一个布料坊就有7种颜色之多，还说算不得什么，真是好狂的后生啊！哼，都是巧合，巧合。老爷不要生气啊。还是你最会关心人。听说姑娘主动提出跟过来的，想见我。是，好奇而已。那见到了有什么想法呀？老爷啊，快点解决完事情陪人家嘛。莫公子看着也是个聪明人，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，那个新开的染坊也是你们的吧？我就直说了，把染料的配方分我一份，我们可以互惠互利。如果我说不呢？年轻人真是无知者无畏呀。杜老爷，染料配方这种秘方，我怎么可能轻易拱手让人呢？莫公子有什么要求，不妨说说。片刻后，莫有生摇摇头。杜老爷误会了，我不管你提出什么条件，我都不可能答应的。你耍我？非也，只是我也答应过那个人，不会把秘方从我手上流传出去的。我想要的就没有得不到的。杜老爷想要，可以直接派人去找那个人，何苦为难我们兄妹2人呢？杜老爷，晌午已至，我们就不打扰了。你什么意思？你以为没有我的允许，你能走得出那个门？怎么，耍的不行来硬的？青青小姐这话说的不对呀，你们是客人，只要好好做客，我一定把你们安全送回去。我还偏要走了，你还能拦得下我？莫有生想劝他一下，别激动，他有办法全身而退。结果杨清河直接拉着他往门口走去。来人！杜元生一声令下，站在最前面的2个人就想上前制止住杨清河，却不想杨清河一个人侧身躲过2人，伸手直接拽住其中一个人的手臂，咔嚓一声，把那人的手给卸了。随后又一脚踢向另一个人的头，那人瞬间被踢飞出去。所有动作一气呵成，简夫人居然还会功夫。废物，都是废物，还看着干什么？都给我上啊！
等等，陆老爷大可以把我们囚禁起来。来之前，我也交代下去了，如果下午之前没有回去，那就把染房一把火烧了便好。陆老爷，大不了就鱼死网破。好啊，我就不信了，我还需要。等等，老爷，切不可动怒呀！老爷，请您冷静啊！直到走出了杜府，上了管家安排的马车，杨清河才忍不住问：“你说你耍他干啥？差点我们就走不出这里了。”瞧瞧刚刚杜元生的样子，就跟发狂的黑猩猩似的。最后要不是管家死死拦住他，让人把他俩送走，保不齐还得再打一架。我就是看不惯他那副高高在上的嘴脸，要不是他姐姐，他算个什么东西？杨千和也不说什么了，毕竟他自己也特别讨厌这种人。夫人，你居然还会武功吗？哎呀，你打架的样子可真狠呐！从小就学武功吗？可以教我吗？教教我吧。莫有生眼巴巴地看着他，在光线不够明亮的马车里，仿佛从他眼睛里透出了光。陆元生的姐姐杜家最近不太好过，千城郡太守最近给了一个青楼女子赎身，挨了姨娘，那可是相当有手段的女子，年轻又貌美，没少让这个原配夫人吃暗亏呢。杜家现在自己的事情都忙不过来，哪有心思给杜元生擦屁股？所以管家才叫他不要冲动。啊，杜家之前警告过他，这段时间不要惹是生非。杜家现在是如履薄冰，每走一步都要小心谨慎。话锋一转，莫有生带着嘲弄的语气接着说：如果陆元生能拿到染料的配方，不仅是他自己获利，杜家那边也等于打了翻身仗。为什么这些事你都知道啊？包括之前建平长公主的事。以前吃过消息必死的亏，自那之后我就发现了，掌握一切消息，不管有多小的消息，总会有用得上的时候。别看我这样，我年轻的时候也是读过书的，只是后来落选了，不过也因此结交了许多朋友，我们经常飞鸽传书，彼此告知身边的各种事情。从这里到千城郡要多久？你想通了？我还有别的选择吗？发生了什么事吗，娘？杨清河看了眼心思细腻的大儿子，知晓自己瞒不过他，犹豫再三，还是说：我要出一趟远门。哎呀，怎么这么不小心？还好没受伤。娘，你是不是不要我们了？哭什么呀？男儿有泪不轻弹，羞不羞？海哥哥羞羞。不是吗？你不是不要我们了？哪有？胡说八道！这误会可大发了。他就说了句出远门，这孩子就想到哪儿去了？无奈地叹了口气，本来还纠结怎么开口，现在被简家男一打岔，索性直接说出来了。就是这样，所以我要去千城郡碰碰运气啊，看看能不能请那个建平长公主帮我们一把。好了，我说完了，谁想问什么问吧。你打算一个人去？一开始是这么打算的。那我们怎么办？你们跟莫有生住一段时间行吗？娘，我不要，想跟你在一起。娘，瑶瑶说的对，我们想跟你一起。杨清河犯了难，这个没有飞机汽车的时代，只有马车，从兴安县到千城郡，光来回路程就得10天。娘，你放心，我会照顾好弟弟妹妹，我们不会妨碍你的。别这样说，没有妨碍这一说，你们永远不会爱到我。那一起去嘛，我舍不得你。舍不得。花了点时间，用布做了3个简易的口罩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娘儿几个就出门了。临走前，杨清河去了一趟村长家，告知自己要出行一趟，麻烦村长帮忙照看一下自己的家，又让简家宇去找了草根来，麻烦他在这屋子住一段时间，帮他们看家。如果有人找你麻烦，去找村长，我打过招呼了。搞定好一切，他们终于出发了。娘，这就是那位长公主住的地方吗？对，据说就是这里。简家南跟杨清河正悄悄讨论，府邸的大门突然打开了。杨柳姑娘上哪去？公主想吃八宝斋的糕点了，嬷嬷让我出去买一些。明天去白马寺，杨柳姑娘也跟着吗？
明天由兰花陪公主去，不早了，我先出门了。目送那位杨柳姑娘走远以后，护卫关上了门。躲在石狮子后面的娘儿几个松了口气，没被发现。娘，先离开这里，再待下去会引起别人怀疑的。对，走，先离开这里。小雨、瑶瑶、楠楠，你们在哪儿？哥哥，现在怎么办？先想办法回正殿，娘会来找我们的。哥哥，你不识路啊？你看你带我们来，这是哪儿？要不你来，我跟着你走。简家南不吱声了，他也不行，他不来。娘，我想要娘。瑶瑶不哭，瑶瑶乖宝宝，二哥哥答应你，很快我们就会找到娘的。瑶瑶乖，别哭了，哥哥现在就带你去找娘。瑶瑶不哭。刚把妹妹哄好，便听到2道由远至近的脚步声，是2个年轻的男子。小弟弟啊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家里的大人呢？简家宇不答，狭长的眼眸微微眯起，一副生人勿近的样子。我们不是坏人，我们是来自白马寺听空无大师讲佛的。你们家大人呢？简家宇仔仔细细地把他打量了一遍。请问你知道正殿在哪儿吗？正殿啊，巧了，我们也正好要去呢，一起吗？简家宇有些纠结，不知道要不要跟着他们一起，万一是坏人怎么办？娘说过防人之心不可无，可是他如果不跟着这2个人，凭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多久才能找到正殿的路。这小孩倒是有点意思。简昭低头看了他一眼，这一眼倒是有些让他怔愣了一下。这小孩隐隐有种很熟悉的感觉。再看他身后的2个小孩，简昭的呼吸忽然加快，心口蓦地一抽。小孩可能是被他给吓到了，带着弟弟妹妹后退了一步，狠狠瞪了他一眼。岳安看着被自家少爷吓退的小孩，只得赶紧上前解释自己不是坏人。这回小孩好像相信了。岳安，我们走。简家宇想了又想，最终咬牙道：走吧，跟上去。少爷，他们好像跟上来了。简家宇带着弟弟妹妹始终跟前面的人保持着1丈的距离，以防有什么突发情况可以马上跑。跟着那对主仆左拐右拐，再一直直走，便看到了正殿。此时空无大师正在正殿里讲佛诵经，正殿里满满当当都是人。简家宇努力地踮起脚尖朝里看，完全看不见哪个是他娘。不行啊，我找不到娘，完全看不见。哎，怎么办呀？把娘给弄丢了。简家宇担心找不到妹妹又哭了，便想着跟她安慰一下她。结果回头一看，妹妹不仅没哭，还一直努力抬头盯着那个面具男子看。瑶瑶，怎么了？简昭也看着这个小姑娘，隔着面具跟她对视。有事？娘，你怎么只抱妹妹啊？行，我也抱你。小雨要不要啊？张开手臂把3个孩子紧紧搂住。对不起娘，我们不小心把你给弄丢了。那可真是太不小心了，找不到你们我都急死了。你们走去哪里了？娘，哥哥不认识路，带我们下走。对，早知道我就应该丢下你。真好，没有把你们弄丢。简昭看着面前团聚的母子4人，他的目光着重放在了那年轻女子的身上。不知为何，这女子一出现，他目光就移不开。我以前一定认识她。简昭心想，他一出现，他整个人就很烦躁不安，头也隐隐作痛。好了，打住，别吵了。那最后是怎么找到路的？娘，是爹爹带我们找到路的。啊？不可能！杨清河也顺着他们的目光，看向不远处那个戴着面具的男人。此人身形高大，穿着一身黑衣，就定定地站在那里，通身的气场便令人不敢轻易靠近。娘，那
就是爹爹，哥哥们不信我。啊，你是不是认错了？是爹，他身上的味道跟爹一样。不可能，瑶瑶，爹的话不可能认不出我们。对，没错，爹才不可能认不出我们。等等，杨清河突然反应过来，按照原著，简昭现在是处于失忆的状态。天哪，该不会真是他吧？月安这时也反应过来了，仿佛是为了证实他的猜想，3步2步地走到他面前，低声说：这位小娘子，您认识我们家少爷吗？不会吧？没等他回答，月安又丢出一个重磅消息：我家少爷失忆了。杨清河彻底懵了，好家伙，他这个蝴蝶扇动的翅膀也太猛了吧！为什么还有8个月以后才会出现的简昭会出现在这里呀？完了，这下所有的一切全乱了，他已经预判不到未来了。失忆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失忆的意思。简昭就一动不动地站着，听着他们的讨论，心下那股焦躁不安的情绪得到了解释，也明白了为什么见到那小男孩的第一眼会觉得特别的熟悉。他一直担心着的孩子就这么突然出现在他面前，冥冥之中自有安排。也许是因为太过震惊，反而令人慌了神。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没有一人再出声。爹，你一定是爹，为什么要戴着面具呀？简昭缓缓蹲下身，骨节分明的手指慢慢抚上面具，慢慢的在简佳瑶面前摘下，露出了一张绝代风华的容颜，是原主记忆中的那张脸，没错了。杨清河彻底凌乱了。果然是爹爹呀，我没认错。简佳宇和简佳楠也是激动不已，心心念念盼了好久的爹，就好像上天终于听到了他们的期盼，实现了他们的愿望。爹，到底发生了什么呀？昭少爷遇到了刺杀，多亏老爷路过救了昭少爷一命，只是昭少爷昏迷了一段时间，醒来后就什么都不记得了。怎么会这样？不必担心，并无大碍。简昭心中还是空空的，总觉得还有一个人，除了孩子们，还有一个人他必须找到。简昭的目光重新回到杨清河身上，他可没忘记刚才孩子们叫他娘。什么事？这位小娘子，您跟我们家小少爷是什么关系啊？娘就是娘呀，娘跟爹爹成亲了的。不，什么不呀？娘，你是不是又不想要我们了？我不要爹了，你别走行吗？娘，你为什么要走？我没说要走，都是你二哥哥瞎说的。事情有些复杂，我们现在明面上是夫妻关系，但具体的等以后你恢复记忆了，我们再谈吧。虽然我记不起发生了什么，但是这段时间十分感谢你对孩子们的照顾。孩子是不会骗人的，看他们的态度就知道，一定是他付出了很多，才会让孩子们这么亲近他。别了，大哥，我怕等你想起来就不是这个态度了。月安听的是稀里糊涂，这个好像是新少夫人，又好像不是。少夫人，你们为什么要来这儿啊？哦，对了，差点把正事儿给忘了，要不要实话实说？娘，你是不是知道了什么？什么？你好像对爹的身份一点也不好奇。怎么这时候说这个？我告诉你个秘密，长公主跟爹认识。好家伙，还有这层关系，那这好办多了呀。他两眼发光地看向简昭，能帮我个忙吗？你说。杨清河对他的识趣很满意，把来龙去脉跟他说了一遍。我明白，你是希望我去跟建平长公主寻求合作，对吗？你可真敢想，我只想寻求庇护，你是直接想合作。没问题。啊，少爷，您什么都不记得了，怎么跟长公主谈呀？我记不得公主，公主记得我就行了。再说了，我也不能辜负了你的好意啊。现在的问题是，长公主在哪儿？少夫人，您放心，长公主现在肯定在白马寺内殿，
走吧，我们去内殿。我们要一起进去吗？不太好吧。月安跟孩子们找地方等我们，你跟我一起进去。小雨，看好弟弟妹妹，别乱跑。您放心，少夫人，我们一定看好小少爷跟小小姐。二位小师傅，烦请帮我跟里面的那位贵客通报一声，就说简昭求见。二位请在此等候。不多时，一位年纪有些大的女子便亲自出来迎接。昭儿，真是你。姑姑，好久不见。是好久不见，上一次见你还是个不及我高的孩子，一转眼变这么大了。什么情况？快跟我进去吧，公主在等着呢。这位是内子。哎呀，这可真是，公主知道了一定很开心。快跟我进去吧。佛门圣地，众生平等，不必行礼了，坐吧。公主，好久不见。主座上的女子约莫50出头，面目是慈祥和蔼的，可周身那股肃杀的气场却令人不寒而栗。慈祥跟严肃明明就是相反的两种气场，却能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。不愧是上过战场杀敌的公主，一看就是有真材实料，而不是绣花枕头的那种。昭儿，许久未见，你母亲可还好？母亲已病逝许久。怎么会？抱歉，我没想到这一别就再也见不到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公主缓了情绪说：让你们见笑了。我跟北北还在闺中的时候就情同亲姐妹，我无法接受。公主何出此言？母亲要是知道您这么挂记她，在天之灵一定十分宽慰。公主点点头，看了一眼杨清河问：这是昭儿的妻子吗？是哪家的小姐？杨清河一时语塞，不知怎么回答。她不是哪家小姐，只是个普通人家的姑娘，是我对她一见倾心，便上门求娶。真是个漂亮的姑娘，和昭儿很相配。随后他对杨清河招招手，待他走近以后，直接摘上手下的玉镯递给他。时间仓促，没来得及准备厚礼，这个给你，祝你跟昭儿百年好合。这接还是不接啊？思索再三，杨清河还是接过了公主递过来的手镯，回头再还给简昭。清河谢过公主。你叫清河呀，可真是个好名字。清河。公主随后又问了几个问题，杨清河都一一回应。见他谈吐不俗，大方又得体，公主更是满意了。清河可真是个好姑娘，我好久没有跟后生们聊天了，回京后你可要经常来看我。公主此次回京探亲，是准备要待上一段时间了？是想待上个1年半载了，许是我最后一次回京了。杨清河闻言立即低头不语，心里暗道：简昭可千万别问了，有些东西知道了太多，恐怕会有危险。所幸简昭虽然失忆了，但人还是那个聪明的简才子，他只是点点头，并未多问。公主见状也并未多想，问起了他们此行的目的。简昭思索了片刻，还是准备先把目前的情况跟公主说明了。于是他清清嗓子，除去他失忆的这一段隐了没说，其他的事无巨细的跟公主言明了。简明朗就由着自己的儿子这样被欺负。简明朗，大清朝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。昭儿，你放心，我一定给你讨回公道。多谢公主好意，只是此事不可声张，父亲现在正在全天下的讯问，时节还未到，我还不能回去。唉，有需要来找我，我多少还是能说得上话的。今日冒昧拜访，是有事需要公主帮忙。公主看看这俩荷包，可是喜欢。她爱不释手地抚摸着荷包，一遍又一遍地抚摸，翻来覆去的端详。这是哪位染色师傅的作品？杨清河伸手指了指自己。是你？这可真是。昭儿，我现在呀，觉得你配不上清河了。杨清河略带尴尬地看了他一眼，却不想
简昭给足了他面子。是，我还差得远了。公主闻言放声大笑。杨清河见时机差不多了，把自己的来意向公主细细道来。这可真是缘分呀，谁能想到来一趟白马寺便能遇到小少爷你们，老爷知道了一定很高兴。小少爷，这次跟我们一起回京吗？不，娘去吗？娘，解决了吗？圆满解决。不管怎么说，还是谢谢你。如果没有你在，我可能没有那么顺利能见到公主。还是有人心疼你，你得感谢他才是。简佳玉心说，爹也没说错，他确实心疼娘为这事儿这么忧愁。一开始听到长公主的名号，他就想着如何利用他爹了。他以前听姑姑说过奶奶跟长公主的关系，只不过他爹本人的出现倒是让事情更加顺利了。谢谢。他们跟长公主谈得很愉快，杨清河保证以后有新的染料第一时间供应到大丹国，以保证两国双方都能共同获利。这样最终以拿到了长公主的手谕以及令牌结束，可以安心回到兴安县了。并且杨清河也向公主保证会以最快的速度把铺子开到京城，在此之前还请公主保密。公主也是个爽快的人，二话不说就答应了。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我们先把各自发生的事情互相说一下。于是杨清河把他这边的事情大概的说了一下，说的时候有些心虚，频频看向三个孩子。那些虐待的事情肯定不能说，那是该死的原主做的，跟他没半点关系。等他说完了，简昭来了一个灵魂拷问。你好像从一开始就知道我的身份。我刚才有说了什么让你这样想的话吗？从你刚才说的话里，你好像从来没有一点点怀疑过我来路不明。简佳宇跟简佳南也盯着他看，想看他怎么回答。他只好硬着头皮接道，隐隐约约有猜到一点。简昭也不知道信没信，闻言只是点点头。杨清河倒是有些担心了，这些人一个比一个聪明，别回头把他拿去烤了吧，别问，问就是后悔。爹跟我们一起回去好不好？好。少爷，那我怎么办呀？自个回京。那边的玉安还在鬼哭狼嚎，没人安慰他，孩子们都开心的不行。爹，你真的跟我们回去？杨清河当下就想拒绝，他可以接受跟3个孩子住，但是不能忍受跟一个陌生男人一起住。可是当他想开口说不的时候，才发现他没有这个权利。于情，他是个后娘；于理，村里那间房子也不是他的，人家亲爹想回自己家住，他凭什么说不？我会让月安在村里另外置办一间空房的，到时候我就住在那里，你就去跟孩子们住在一起，不必担心。那间房子本来也是你的，我白住也不好，要不我给你租金吧。简昭哭笑不得，这个真不必，你替我照顾了小雨他们这么久，是我该感谢你。杨清河看他笑得心里发毛，希望等你恢复记忆的时候也能这样想。事情就这么定了，明日他们就启程返回兴安县。至于月安，在他的死缠烂打之下，简昭终于松口，同意他一起走。至于京城那边，简昭也写了一封信让人送回去。不能再坐以待毙了。阿奇，让你打听的事怎么样了？老规矩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。混账东西，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骗我的？你可以去打听打听，我阿奇做生意从来都讲究一个诚字。去，把东西拿来。杜元生一声令下，管家立马去库房支了张100两的银票。我告诉你，要是你的消息让我不满意，你今天别想走出这里。阿奇双手接过银票，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一遍，然后十分满意地折叠好，放进贴身衣物里。你现在可以说了，你打听到了什么？杜老爷，您找的那个师傅是一名女子。一名女子？就这？您不知道，我费了多少心思才打听到的。我要的是确切的消息，不是这种似是而非的废话。您不知道那不了方有多么的严密死守，能打听到这个消息已经是最切确的了。老爷，那位青青姑娘。青青姑娘？
是他？你是怎么知道他们的染料师傅是个女子的？我扮成乞丐，守在他们布料坊门口，守了好几天，才偶然听到他们的工人在门口闲聊，说姑娘什么时候回来？姑娘染出的颜色太好看了，嘿嘿。如果是个女人的话，这事儿就容易得多。老爷，这事儿小的有个办法。哦，你脑子倒是转得快，说说看。老爷，她可是个女子，这世道女子的名声何其重要啊！接下来的话他没有再说，但是杜元生明白了他的意思。能确保万无一失？您放心，我们只要这样。就照你说的办。莫掌柜，好久不见啊！杜老爷前来拜访，所谓何事呀？莫掌柜这话说的，以后可都是一家人了。这话可折煞我了，我可没什么能跟你结亲的关系。管家摆摆手，从身后的仆从手中接过一个精美的盒子，递给莫有生。莫有生微微眯起眼睛，没有伸手去接。莫掌柜，这是我们老爷给你的聘礼，我们之前说好了，派你妹妹为我们老爷第7房贵妾。莫有生直接气笑了，他千防万防，没有想到姓杜的来了这么一招。我想杜老爷是弄错了什么，我可没有什么妹妹啊。各位，你们可要帮我做个见证啊！上回我来这里，莫掌柜跟他妹妹可是上了我们家杜家的马车的。那一次就是去杜家协商抬妾的事情，当时已经说好了，今天我们老爷把聘礼送过来，莫掌柜这是公然反悔不成？胡说八道，也不说你满嘴谎言，我就问谁家会带着姑娘上门谈亲的？话是这么说，还不是莫家姑娘口口声声说倾慕我家老爷，这才让他上门的呀。对，我可以作证，上次我亲眼看见莫掌柜跟一名女子同时上了杜家的马车。我也可以作证。接下来有3、4个人又站出来作证，无一例外都是说亲眼见到莫有生跟一名女子同时上了杜家的马车。我说了，我没有妹妹。你这是不认账了，我告诉你，就是嫁也得嫁，不嫁也得嫁，赶紧把青青交出来。我最后说一次，我没有妹妹。杜老爷是不是搞错人家了？莫掌柜这是死不认账了。你妹妹要是不进我杜家，我看谁还敢要她。你说的妹妹是我吗？青青姑娘，你是来跟我回家的吗？杜老爷，我可是有相公的。杜老爷，强抢民女可是犯法的呀。杜元生的脸色已经涨成了猪肝色。青青姑娘，既然是想毁约，也不必开这种无稽的玩笑。娘，你好慢啊！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儿子小雨。杜元生的脸又变成了猪肝色。哎呀，这真是人家一家子生活的好好的，杜老爷可不能破坏了呀。娘，怎么这么久啊？你在干嘛呢？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二儿子楠楠。杜元生的脸已经彻底黑了，他剜了管家一眼，要不是管家出的这个馊主意，他何至于丢人至此？哦，多幸福的一家子呀！娘，瑶瑶饿了。这个是我。够了，还不滚回家去！还要丢人到什么时候？等等，从怀里掏出一样东西递给他。我知道你打的是什么主意。杜元生没有动作，只是眼眨也不眨地看着他手里的东西。看清楚了吧？希望以后你别来烦我们了。在看清牌上的字以后，他那肥硕的脸可以说称得上是五颜六色了。我们走。到了里阳村安顿好孩子以后，杨金河就带着月安去了村长家置办房屋。金河，这是我在镇上打工认识的小兄弟，他们哥俩刚搬来此处，正缺个落脚的地方。您看我们村还有合适的地方吗？村长闻言露出了个为难的表情。月安见状，不着痕迹地塞了一锭银子进村长手里。哎呀，你们瞧我这脑子，最近刚有一户人家搬出去了县里，这空下的屋子正巧找买主呢。杨金河看着村长这拙劣的演技，嘴角直抽抽。
两袖清风果然不存在的，钱到位了，事儿就好办多了。村长在银子的驱使下，迅速地帮月安办理好了地契，房子的原主人只身搬走的，所以啊，房屋里一切都是现成的，什么都不用采买。简昭在那边住下以后，杨清河就回自己住的屋子，一进门就看到简佳瑶不高兴地坐在院子里，两个哥哥分别站在他边上哄他。怎么了这是？谁惹我乖乖生气了？哥俩看了一眼娘，同时叹了口气。什么意思啊？娘，为什么爹不跟我们一起住？我们以前不都是住一起的吗？是啊，以前我们都住一起的。这说起来很复杂，但是爹离我们很近，你随时都能去看他呀。我不愿回京城，那里没有娘，所以想在一起，在这里有爹有娘。乖乖，我向你保证，不管以后怎么样，你永远都是爹跟娘很重要的宝贝。你们也是。简佳瑶似乎听懂了，又似乎没听懂，只是呆呆地看着娘。快点长大吧，小姑娘。自从献出了长公主的令牌，这布料的生意啊是上正轨了。她只负责染料配方的事儿，剩下的全交给了莫有生。简昭已经在里阳村住了一段时间，这段时间里啊，很多村民都知道村里来了两个奇怪的人，一个高大个儿，成天就是戴着面具，另一个矮个儿，整天在村里跑来跑去的，一时间是议论纷纷。杨清河怕月安不熟悉村里的地形，特地把草根介绍给他。这段时间，草根带着月安跑上跑下，眼瞅着身体更结实了。自从月安知道小主子们每天都起来跑步舞拳，很是受了一番打击。谁教你们功夫的？娘教的。那就用心学，别半途而废啊。也是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，他才发现孩子们不仅学了拳脚功夫，其他的诸如练字、围棋、跳舞之类的都一直在学。夫人，看上去跟一般乡下的女子不同啊。娘什么都会，无所不能。如果能早日恢复记忆就好了，也不知我们以前是怎么相处的。怎么相处？你以前跟原主除了吵架就是吵架，还能怎么相处？杨清河，死丫头，马上给我滚出来！没事儿，你们都别跟着，我出去看看。一开门就看到浩浩荡荡10来个人，嚯，都是老熟人了。狗东西，看到你爹还不赶紧滚过来！贱丫头，你耳朵聋了？老子叫你过来！你早饭吃毒药了，嘴这么臭。你这赔钱货，当初就应该直接掐死你！你又不是没做过。杨老太婆一噎，气得破口大骂，连她祖宗18代都没放过。虽然你们不想认我，但名义上我还是你们老杨家的人，这么咒骂自家祖宗，不怕晚上他们来找你算账？当家达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没有对祖宗不敬的意思。要找你是找你，你这个虐待幼童的毒妇！张老沈，你儿媳妇说你呢，你不止虐待幼童，你还企图杀人，巧舌如簧。赵少爷，你没事吧？简昭头痛不已，他觉得外面的争吵声很熟悉，好像之前自己也有听到过类似的声音。我怎么这么倒霉，嫁给你这个废物，还带着3个拖油瓶，看着就惹人厌。别叫我娘，我不是你娘。哭哭哭，就知道哭。怎么，我骂他们你心疼？又不是我的孩子，我管他们死活。脑海里突然传来一阵阵争吵声，都是同一个人在说。是谁？声音好熟悉。简昭仿佛陷入了无尽的痛苦之中，只觉得脑袋像是要炸开了一般。爹，你没事吧？片刻后，脑袋里那股疼痛终于散去，简昭慢慢的缓了过来。赵少爷，我这就去找大夫。不用，没事了，让你们担心了。我没事了，真的。可是你刚刚很痛苦。已经没事了，不必担心。如果再有下次，我马上去看大夫，行吗？贱丫头，你
不得好死你来来去去除了这2句还会什么？你放心，我要不得好死的话，半夜第一个就来找你。你可真是……杨老太婆气得发抖，骂又骂不过，打也打不过。杨老大、杨老二2家都领略过杨清河的风，压根儿不敢出头，就这么看着自家老娘被骂。娘，你消消气，身子骨比较重要。杨老太婆心里别提多妥帖了，她被一个贱丫头这么骂，老大老二跟个死人一样，果然只有她的3儿才是最孝顺的。要那混回你们家吵去，别来烦我。说罢转头就想走，突然杨老爹对杨老三使了个眼色，杨老三会意，马上拍拍手。背对着他们的杨清河在那一瞬间感觉到背后一阵恶寒，他立刻回头，只见眼前闪过一道带有腥味的红光，他被泼了一身狗血。给我上！预料中的疼痛没有发生，杨清河落入了一个宽厚的怀抱，看着突然出现的面具男子一脚踢飞了自己的老三，杨老太婆心疼的滋哇乱叫。你是哪里冒出来的狗崽子？我儿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不会放过你。元，你干什么你？娘救我！疯了！来人呐！有人杀人了！老杨家的人跟疯了似的抱头鼠窜。怎么怕了呀？让你欺负我家夫人，继续来呀！跑什么呀？谢谢，弄脏了你的衣服，回头我给你洗吧。不用，你没受伤就好。杨清河心里已经把老杨家的人问候了180遍了，如果不是简昭出现的及时，他现在估计已经被打得浑身是伤了。等杨清河洗好，已经是1个时辰以后了。真是不好意思，害你也沾上了狗血。没关系，你没受伤就好。你家人未免有点过分。他们才不是我家人。该死的老杨家居然敢拿狗血泼他，势必不能轻易放过他们。他开始琢磨起报仇的事儿，也就没有注意简昭的目光一直在他身上。真有意思。美人儿怎么有空来我这儿啊？找你有事。嘿，美人儿，我这种垃圾渣子你不怕当了你的眼吗？别废话，我有事要你帮忙，帮我做件事。您说。他朝阿狗招招手，在他耳边嘀嘀咕咕了一阵。这您确定吗？不想要了。一想到那一锭银子够他逍遥快活好一段时间了，阿狗也没有顾虑了，狗腿地说：您放心，保证完成任务。等你好消息了。事情办完以后，杨清河又偷偷地回家。干嘛去了？你干嘛吓人啊？人吓人是会吓死人的，你知道不？我可没故意吓你，你这是自己吓自己。报仇去了。怎么报仇了？秘密，晚上你就知道了。半夜时分，村子陷入一片沉寂，所有人都在梦中呼呼大睡。一个瘦弱的身躯正努力地把一个大桶搬进一户院子里。阿狗深吸一口气，然后憋着气提起木桶就打开一扇门，二话不说就用水瓢往桶里一舀，直接朝床上熟睡的人影倒去。阿狗趁机多舀了几瓢，趁乱马上离开去另一个房间，继续舀继续倒，直到把所有的房间全部倒上了，才趁着没点灯赶紧的翻墙逃跑。哎呦！杨家10来号人，上至老下至小都无一幸免，都被阿狗用粪水给好好的招待了一番。这一夜，有人一夜好眠，有人折腾到天亮还未睡去。村长，你一定要为我们做主啊！你别靠过来，什么味儿啊？哟，这是一家人不小心掉粪坑了。村长，你可一定要为我们家做主啊！村长一看杨老爹，心里就有数了，八成是杨老爹回来以后
这一家子又去找杨清河的麻烦了。先进屋说吧。你臭死了！你们一家子怎么回事？就不能洗干净了再出门？他不好意思说，他们已经洗了一夜了，那股味儿就是散不去。哎呦，说吧，怎么回事啊？这一问可不得了，老杨家的人仿佛打开了话匣子，一咕噜的往外倒苦水。行了，事情的经过我已经知道了。美凤，你去叫清河过来一下。何美凤不情不愿地应下了，如果可以，她是真不想再见到这个女人了。夫人，你这招真是太损了。一大早，简昭就带着月安上门了。原来啊，昨夜的事儿已经传开了。娘，你什么时候安排的？我都不知道。这不是看你在睡觉吗？你可以叫醒我的。行，下次一定。简家南还想说什么，被他爹一个警告的眼神制止了。不说就不说。夫人，这种事下次您可以叫我。娘，有人敲门。你找谁？杨清河呢？让他赶紧出来。你谁呀你？想见我们夫？不对，想见他就能见的。你又是谁？哦，不会是他的姘头吧？你要是想挑事我不介意，只是我这个人比较小心眼，你也别怪我报复回去。何美凤实在是不想对上这个女人了，每次见到她都不会有好事儿。村长叫你。夫人，无事，又不是第一次了。他想让孩子们在家，自己一个人过去，岂料孩子们都不同意，非得跟着一块儿过去。杨清河无奈，用眼神向简昭求助，谁知简昭来了一句：行，一起去吧。行吧，那就一起去吧。一行人在杨清河的带领下来到了村长家。什么味这么臭啊？贱人，这个不要脸的贱人，居然敢让人拿泼我们！什么东西？你说清楚啊！你这个狗崽子，你把我三儿踢了一脚，我还没跟你算账呢，你居然自己送上门了！你敢动他一下试试？我说这狗崽子哪里来的？是这小贱人的姘头吧？真是什么人都往家里带，是不是又想生几个杂种出来养啊？我们有爹娘。哼，你们说的爹是这个戴着奇怪面具来路不明的人吗？杨清河可真会给你们找爹。什么来路不明的人？这可是村长亲自同意住进我们村的，你这是在质疑村长了？胡说什么？这两位小兄弟还不是什么来路不明的人，你们赶紧的把事情说清楚。村长也不在意简昭跟月安到底是什么人，反正看着也不是坏的。再加上杨清河自从变好以后越发的靠谱，他带来的人肯定不是那种不三不四的人。杨老爹看出来了，村长对这面具男的事儿明显是偏帮了。他没有多说，而是说起来此次来的目的，开祠堂加法伺候杨清河。村长，我也要告状，他居然拿狗血泼我，他这是什么意思？把我当妖了？总好过你拿粪水泼我们。哟，还真是粪水！哎呦，太恶心了！我说怎么这么臭？你们洗干净了吗？杨老二，你可别胡说，昨晚我可是在家睡得好好的，谁知道你们是不是得罪其他人被报复了？再说了，你们拿狗血泼我，可是有好几个人看见了。你们真的拿狗血泼他了？这事儿可不是小事儿，村里有说法，拿狗血泼人可以映照出此人是否被妖怪上身，如果是，必须用乱棍把妖怪打出来才可安息。可不是，好几个人都看到了。杨老爹面对村长的质问，支支吾吾说不出个所以然。这贱丫头的变化实在是太让人起疑，根据家里的说法，是很突然就变成这样。胡闹！你外出不知道，其他人不知道清河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？你们居然还想借着打妖的名义把他打死？什么？看他一脸懵的样子，
村长更是气不打一处来。村长把之前杨老太婆跪祠堂的始末跟他说了一遍，末了道：你回去管管你自己的婆娘，别成天的惹是生非。这次是想借除妖的名义打死清河。杨老爹转头看着自家人，发现他们的目光都躲躲闪闪，便知道这事儿他们都知晓，只是瞒着他，想借他出头收拾杨清河。杨老爹气笑了：好得很呐。看不出来呀，有些人的心是真狠，连自己男人都骗。你说什么你这个老婊子，我忍你很久了你。说谁呢，老家伙？眼看着两人又要吵起来，村长头痛不已。闭嘴，都给我滚！你们老杨家以后少惹是生非，该主动找事，马上赶你们出村。村长英明。村长，你讲不讲理？我不讲理，你忘了我上次怎么说的了？这次要不是看在你当家毫不知情的份上，你们现在又该收拾包裹滚人了。都给我滚！刚才谢谢你，多亏了你，不然我就要挨打了。简昭看向他的眼睛，水润的双眸满是笑意盈盈。小骗子，他才不会傻傻的站着挨打。小事不足挂齿。怎么会有这种人？一家子都不是好东西。行了，别气了。杨清河随口安慰着，他都已经习惯了。眼下快过年了，过完年就搬去县里好了。开心点，乖乖们，不要因为狗吠而影响自己，好吗？你们不是他口中说的那样，你们有娘也有爹。好啊，开心！连老子都敢骗，你们胆儿肥呀！哭什么哭？哎呀，当家的，你干啥呢？可孩子们生什么气呀？等会儿你收拾东西回娘家住几天。你疯了啊！再废话，你别回来了！你疯了！你疯了！杨元，我们夫妻这么多年，你居然因为那个贱人敢赶我回娘家！爹，你干什么呀？孩子们被杨老爹这一巴掌吓懵了，一时间也顾不上害怕，全都哭了出声。杨元，我跟你拼了！杨老太婆操着后世的身子朝杨老爹扑过去，一时间老杨家鸡飞狗跳，拦都拦不住。自粪水事件过了几天，今儿天气好，杨清河打算去县里一趟，跟莫有生结算一下获利，而后再在县里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屋子。已经有一段时间没去县里，一听能出门，孩子们都高兴得不行。娘，让爹跟我们一起去，我想跟爹娘一起上街。我没法替你爹做决定啊，你要是想他去，我们可以一起去问他，行吗？爹，我们来了。爹，一起去县里吗？简昭没理由拒绝，点头。可以。好，娘，爹同意了。走吧。岳安被留下来看家，不高兴地叨叨了好久，直到杨清河答应给他带好吃的，他才满意地恭送他们出门。这位是啊，第一次见吧？这是孩子爹。孩子爹，孩子爹，我的个亲娘嘞！杨清河不知道他内心的滔天巨浪，而是淡定地跟他谈起了想搬来县里的计划。你打算什么时候搬呢？你们想什么时候搬？爹一起吗？可以啊，买个大点的房子都可以住进去。他先前排斥跟简昭住一块儿，一是不了解这个人，二是那时候的简昭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外人。相处过一段时间后，发现他人挺不错，两人现在也是朋友了，当个合租室友完全没有问题。好哦，那就过完年就搬。大少爷，老爷派我等接你回家。哦，大少爷，您没事真的是太好了，老爷查到您没事儿，派我等第一时间来接你回家。不会，我在这挺好的。管家似没想到他会拒绝，当下就觉得恼火，很想甩手走人。不过是个不受宠的袁夫人的儿子，也敢在这里给他甩脸子，还是他儿子齐叔及时拽住了他爹，小声道：爹，
别忘了夫人的嘱咐。大少爷，老爷真的很担心您。您突然消失这段时间，他费了不少心思找您呢。请您跟我们回去吧。真这么担心，怎么不亲自来？没规矩的东西，这里何时轮到你来插嘴了？相府的人是越发的有规矩了，当着我的面就教训我的人。啊，大少爷您别生气啊，这都是小事，我爹也不是故意的。简昭扯了扯嘴角，没有要理他的意思。杨清河看得好笑，这两个人就没有发现他是失忆患者吗？管家见在简昭这里行不通，便把主意打到了孩子们身上。孙少爷，是我呀，齐文，您还记得吗？有事。管家咬牙，现在在丞相府，苏姨娘提为夫人以后，就是他的一言堂，谁敢得罪他？作为他做下第一狗腿子的管家，也是好好的耍了一把威风，谁见了他不得恭恭敬敬的道一声齐文管家。今天却在这偏远村落被这一大一小摆脸色，真是要气死他了。想到主子的命令，他又硬着头皮看向简家南。孙二少爷，您还记得我吗？你走开，娘，我不想见他。孩子认生。管家这才抬头看了这女人一眼，他刚刚可没听错，那小子喊他娘。对了，管家突然想起嬷嬷回去的时候说起过，他给大少爷在村子里定了一门亲事，难道就是眼前这个女人？看什么？这么护着，嬷嬷不是说大少爷很讨厌这个女人吗？这又是怎么回事啊？真是个没用的少爷，居然会看上一个低微的乡下女子。哼！大少爷，不过是一个乡下女人，你何必这么生气呀？放肆！没有规矩的东西，你一个下人竟敢对主子出言不逊！管家没想到自己居然被一个小屁孩呵斥了，他霎时涨红了脸。孙少爷，叫你一声少爷，是看在老爷的份上，你可别得寸进尺。哼，你一天叫我孙少爷，我一天就是你的主子。孙少爷这脾气啊，跟大少爷以前真是一模一样。说起来啊，大小姐也好久没见孙少爷了，孙少爷就不想念大小姐吗？听到他提到姑姑，不止简家宇，就连简家南都跳了出来，两人同时咬牙切齿地看着齐叔。也不知道大小姐现在如何了。说起来，自从大少爷离家，大小姐呀就没出过院子。住口！你们对姑姑做了什么？谁知道呢？看着齐叔那小人得志的表情，简昭皱眉，一脸嫌弃地看着他，最后发话：玉安，都扔出去。好嘞，少爷，您放心。他摩拳擦掌，跃跃欲试，早就想这么干了。这丞相府的人看一眼都嫌恶心。我告诉你，我们可是……齐叔话没说完，就被岳安扯着手脚扛起来，朝门外走去。你干什么？放开我！不多时，就听到了扔东西的声音，随后响起了一声齐叔的惨叫。管家脸色发黑，气得浑身颤抖，指着简昭，竟是半天说不出一句话。杨清河都担心他下一秒直接气晕过去。管家的脸也越来越黑，还翻白眼，随时有晕倒的倾向。晕倒了也好，省得挣扎。岳安嘿嘿一笑，跟着刚才一样扛起管家，快步朝门口走去。惹人厌的东西终于被丢出去，空气都清新了不少。爷，怎么办呀？我知道了，我们回京。简昭也知道这趟是必须回去了。那女人已经发现了他的存在，不知道暗中派人盯了多久，加之他妹妹情况未明，无论如何都得回去看看。娘，跟我们回京吧。娘，跟我们一起吧，我舍不得你。是回以前的家吗？是呢，瑶瑶真聪明。你跟我一起吗？你不去，我也不去。再说吧。简昭离开的时候，门口已经没有了齐文父子的身影，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。草根也跟着走了，热闹的屋子少了3个人，就突然冷清了许多。娘，你不愿意跟我们走吗？他要怎么回答呢？不是不愿意跟他们走，
对他来说，其实去哪都无所谓。他不是原主，没有什么落地生根的不舍，只是他自己没有想明白，走了以后该怎么办。一开始他的计划是安心等简昭恢复记忆后回来，把孩子们安全地交还给他，他们和平分手以后各过各的。娘，楠楠，住口！我没有说不去啊，就是有些事情想不明白，你们让我考虑考虑。爹，我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。爹，不如我们……不可，夫人可是交代了，必须完整带回去。哼，爹，你就是顾忌太多了。别忘了，夫人只是要他们的命，是要他跟那几个小杂种都死了。此事容我考虑一下。赵少爷，您怎么不开口，让夫人跟着一起回京啊？把杨清河扯进危险之中好吗？让杨清河自己决定好了。前路艰险，如果他想跟着一起，那便尽最大的努力保他平安。无论如何，也不能让一个无辜之人因他家里的破事遭受任何危险。思及此，简昭心里也有了判断，想通了，便没有那么纠结了。简昭轻轻吐出一口浊气，转而思考起另一件事儿。他问岳安：“我妹妹是个什么样的人？”我没有见过，但是听闻玉小姐跟母亲非常相似，是个直爽的女子。如果是神似她母亲，那必定是一个很厉害的女子。我要写信给外公。齐文最终选择听儿子的，直接痛下杀手。爹，您打算怎么下手？那几个小杂种不是跟着那女人单独住在一起吗？不如我们半夜潜进去，然后……好，爹，到时候简昭看到一群尸体的表情，想想都很愉快。一想到简昭痛哭流涕的表情，齐叔就按耐不住内心的激动，巴不得深夜赶紧到来。深夜时分，杨清河还是没能睡着，躺在床上翻来覆去，跟烙大饼似的。娘，还不睡？乖乖，是我吵醒你了吗？没有，我现在不困。不困也要睡啊，熬夜会让你变丑哦。娘也熬夜，娘不丑。这逻辑好像没毛病。娘，外面有人。外面有人4个字，吓得杨清河立刻掀开被子坐了起来。娘，怎么了？嘘，外面有人。是谁？不知道。大半夜翻墙进来的，怕不会是什么好事儿。你小心点，叫醒楠楠。谁？既然被发现了，干脆直接闯进去好了。杨清河看清了来人是谁，齐文和齐叔。小雨，带着楠楠躲开，瑶瑶也是，自己找地方躲起来。屋子里霎时陷入了黑暗。娘，别管我，都别出声，想办法躲起来。你们躲不了的。片刻后，眼睛适应了黑暗。住手！你不想他出事的话，别动。楠楠。齐文不知何时抓住了简家南，掐着他的脖子，威胁地看着杨清河。否则我直接拧断他的脖子。娘，别管我！放开他！哼，不过是个乡下女人，孙二少爷倒是叫得亲热。杨清河急了，如果不是3个孩子在这里，就凭这父子俩，他分分钟就能收拾了。哼，你也是蠢，你们就去阴间团聚吧。千钧一发之时，门口被人一脚踹开，一个黑影咻一下进来，一脚踢飞齐文。没事。突如其来的变故扭转了局面，杨清河抬眼望去，只见简昭一身戾气难以靠近，就这么站在屋子中间，盯着地上的齐文父子。哎，周少爷，你等等我呀，您跑得太快了，这是……还有什么遗言要交代吗？你敢？我们可是夫人派来的。哼，与我何干？你们真是看不清形势啊！我与他早就是不死不休的局面了，他的人是死是活，我都不在乎。不可以！少爷，少爷，求求你，我错了，求您饶我一命啊！
清河，你也出去。不必管我。简昭拿起绳子一绞，咔嚓一声，齐叔的头便歪到了一边，没了声息。亲眼目睹儿子的死状，齐文发疯似的大喊大叫，并朝简昭扑过来，想同归于尽。简昭压根儿没把一个老头放在心上，回手一脚，使劲一扯，齐文也倒在了地上，没了声息。月安，简昭朝门外喊了一声，没多会儿，月安便进来。清河，我们出去。什么？简昭拉起他朝门外走去，边走边说：没事了。杨清河就这么任由他牵着自己走，也不管去哪儿，也不在乎去干什么。你还好吗？没事了。哎，你说你怎么会半夜过来啊？我夜观星象，掐指一算，感觉到此处一阵黑雾，便赶过来了。别贫，快说。心慌，半夜醒来，突然觉得心慌，便赶来看看。说起来真是悬，他平日里从不在半夜醒来，今儿不知为何临睡前就感觉到了急躁，半夜醒来后，这种感觉更是达到了顶峰，脑海里有个声音催促着他赶紧出门，于是他便急匆匆地跑来了。这是什么？父子连心？谁知道呢？这是什么？跟我炫耀呢？冤枉！你为什么要痛下杀手呢？这种事不会只有这一次，心软，下一次死的就是我。玉安回来的时候，看到的就是自家少爷跟夫人坐在房门口互相傻笑的一幕。玉安觉得怪瘆人的。少爷，都搞定了。我跟你们一起走吧。真的吗？好耶！想清楚了。什么时候出发？这小子虽然看上去沉稳，实际上嘴角压都压不住的笑意出卖了他。尽快吧，从这出发到京城需要将近1个月。草根，你愿不愿意跟我走？草根似乎并不明白他在说什么，杨清河也觉得自己说的没头没尾的，他清了下嗓子，把事情来龙去脉大概说了一些。就是这样，你愿意跟我走吗？以后可能要麻烦你陪在萧雨身边啊，当然如果你不愿意，我不勉强的。我以前帮你的那些也是发自内心，并不是以此胁迫你干什么。草根听懂了，自从那天那2个人上门以后，他就察觉到了简才子的身份应该不简单。草根又想到了已经不在的奶奶，自从奶奶不在以后，简娘子真的帮了他很多，于情于理，他有这个还人情的机会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好啊，都怪我。直走，前面有个村子，借宿一晚吧。您怎么知道？不知道，闻到的。杨清河心里给他竖起大拇指，这鼻子可真灵，雷达呀，这是都能闻到别人家做菜的味道。按照简昭指的方向行驶，不一会儿便看到了眼前袅袅炊烟升起，果然是个村子。我去询问一下，有没有人愿意收留我们？玉安怕他一个人搞不定，赶紧跟上去。娘，我们今晚住这儿吗？不一定，宝宝，看人家愿不愿意收留我们一晚了。没关系，不给我们就去林子里睡。简佳玉白了一眼，杨清河也忍不住白了一眼这傻儿子。爹，你说对吧？我们俩一起去林子里扎营吧。安分点。黄兄弟答应了，让我们借住一晚。黄兄弟人很好，不仅给他们吃的，还给他们腾出自己的屋子睡，这让杨清河有些不好意思。你让我们睡屋子，你睡哪儿？我睡我哥的屋子，他明天才回来。他都这么说了，杨清河也不矫情了，只是将就一晚，有床睡已经是很走运了。岳安主动去马车里睡，因为他得守着马车，他一个人的话，睡着了马车还是够的，剩下6个人就得挤一挤。杨清河本以为在陌生的地方会睡不着，没想到沾床就睡，一夜到天明。早啊，黄兄弟。你是谁啊？杨清河一个机灵清醒了，他看着眼前的人，是黄兄弟没错呀。呵，哥，他们迷路了，借宿一晚的。好家伙，双胞胎！劈柴的黄兄弟闻言没有多说，继续劈柴去了。别介意啊，我哥就这样。双生子呀，太像了呀。
一模一样。我们这村子都是双生子。什么？这是有什么秘方吗？怎么生出来的小孩都是双生子？哈哈，没有什么秘方，我们都是逃难到这儿的。逃难？为什么？呵，差不多30年前，前朝皇帝听信妖僧谗言，说双生子的降生会带来举国之灾，于是皇帝下令不准有双生子出世，一旦发现立即斩杀。什么？杨清河震惊了，这双胞胎在上辈子都是可遇不可求的，甚至有些人会特地去庙里拜神求佛，就是想为了生一对双胞胎，居然就因为一个僧人的话全部杀掉。那段时间生了双生子的家庭人人自危，有些为了活命就把刚出世的婴儿交出去，有些则拼着命的带着孩子东躲西藏。我娘在奔波的路上受了不少苦，好不容易来到这里，没活几年就没了。太荒唐了，杨清河难以想象。我好像听我爹说过，后来还是新皇登基，为了这条律令才平息了当时的民愤。是，那也是几年后了。杨清河觉得荒谬至极，想问问简昭知道多少，回过头才发现他一直眉头紧锁，从起床到现在一言不发。怎么了？悦耳的嗓音传入耳朵，令简昭紧皱的眉头不由得松开，脑海里纷乱的思绪被抚平了。他缓缓吐出一口浊气，回答：喂，关于双生子这个事儿，你知道多少？问出口了才觉得不妥，他本人还失忆呢，能知道什么？他转而问到皇兄弟们：你们是怎么知道这个地方的？这也是凑巧，这是千郡城跟清安郡的交接处，刚好四面环山，一般人不会轻易来这里。最开始是几对逃命路上碰到的双生子在这里安家，后来越来越多的人逃命经过这里，就在这里住了下来，慢慢的这里就形成了一座小村子。那新皇登基以后已经废除这条律例，你们为什么还在这儿呢？我们都在这儿住了这么久，早就习惯了，出去的话哪里有我们安生之处啊？杨清河微微叹口气，这种与世隔绝的生活习惯了也就还好，只是没有想到先皇会迷信到这种程度。果然只要当了皇帝，心思都会敏感又多疑。吃饱以后，杨清河就同皇室兄弟告别了，他们还得赶路，在天黑之前进入清安郡。哎呀，你们听说了吗？听闻前2日早朝，丞相跟太傅当着天子的面打起来了。杨清河跟简昭对视了一眼，彼此都从对方的眼里看到了茫然的情绪。那个，你外公没事吧？我有跟你说过太傅是我外公吗？可能说过的，你不记得罢了。周少爷，需要我去打听一下吗？你不担心吗？外公他还挺厉害，反正不是个软柿子。片刻后，玉安回来了，把他打听到的消息一一告知。杨清河捋顺了思绪，问道：所以这是故意的还是？何以见得？京城太傅府，太傅正坐在榻上吃着厨娘做的小糕点，悠哉悠哉，好不乐乎。也不知道昭儿到哪儿啦。没事儿，昭儿信里不是说了吗？他找到了几个孩子们，具体的等他回来再谈。老爷，太医来了！一听太医来了，太傅急了，赶紧叫了几个人把榻上的茶碗收走，自己则快步地走向床上，解开外袍就躺了上去。太傅，今日可还好？是张太医呀，辛苦你了。哎呦，我还是那个老样子，人呐，年纪大了不服老不行啊。经过一番的询问、脉诊、检查，张太医疑惑了，这老头除了有点上火以外，半点事儿没有。结合今早金銮殿上的事儿来看，恐怕受伤是假，想托简丞相下水是真。演得还挺像那么回事儿啊。张太医跟太傅是有几分交情的，自然也乐得顺手帮他这个忙。太傅受了惊吓，万幸没有大伤，不过呀，还是得在家中好好休息一段时间。老夫给他开了一些安神的药，记得每日早晚喝上1碗。
太傅十分满意张太医的上道，果不其然，张太医回宫禀报一番以后，天子就赏赐了不少东西到太傅府，并叮嘱太医每日前去探望，直到太傅彻底痊愈。对此太傅是非常满意的，只要能让简明朗这小崽子跟着受罚，他高兴还来不及。太傅府那边是欢声笑语一片，丞相府这边则是乌云密布。老爷何时足以发如此大火，仔细了身子啊？刚得到消息，齐文齐叔应该是不在了。怎么会？他有什么不敢做的？从小就是混世魔王，目无尊长。老爷放宽心，昭儿还小，以后会知道你的好的。你呀，当初就是心软，你好心介绍木木给他，他居然就这么跟他和离了。你好心让他去乡下养身子，他不知招惹了什么不三不四的人，下落全无。要不是你求我，我才不会下悬赏令找他呢。老爷别着急，等昭儿回来好好问问他这段时间都去了哪儿。母亲，礼儿不必多礼，你怎么来了啊？母亲，听说简昭要回来了。是，他快到了。他是真的命大。母亲，那之前自杀他的事简礼，我从小就教你要喜怒不形于色，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。抱歉母亲，儿子知道了。你不必担心，他那死鬼娘都不是我的对手，我既然能让他栽一次，也能让他栽第二次。听说嬷嬷当初在乡下给他娶了一个村姑媳妇儿，不知道会不会带回来看看呢？一个乡下贱丫头，掀不起什么风浪。夫人，大少爷在太傅府里。